合周末明天就要上了，开心，终于。位置，抓个。好，我来看看哦。啊，那菜鸟读完了，终于。等木木吗？对啊，木木大概还要10分钟吧，他说的5分钟还是10分钟，我看一下。那你这么早就开直播要干嘛？啊，就你不是最喜欢？你最喜直播前欢怎样？你不是最喜欢凑吗？给你时间凑啊！今天不知道要抽什么了。啊，已经不知道凑什么了，对啊，而且你的那个直播流量那么低怎么办？可怜呐！你讲干话的流量都比 Play Through Video 多哎，你还是开始讲干话好了。真的快哭了，没有啦，我不知道。庄书源表示，今天是不是比较晚了？没有啊，每天都10点啊。不过今天因为那个木木那个他比较晚，他吃饭，他比较晚到，所以我们来等他。我们可以先聊。给鸟大业配12生肖，一个线上只有4个人在看的节目要业配12生肖。现在只有4个啦，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变多就是了。哦，这个游戏会有繁体中文版，你说12生肖吗？对吧？这不是废话吗？但很神奇的，就是不能算是我代理这样子，但就是会出这样子。这么复杂的事情，等会后再跟哈士奇好好聊聊。等一下，你在说12生肖还是我们今天这一款烈酒蒸馏丝？那个烈酒蒸馏烈酒蒸馏丝哦。哦，这款你要叫烈酒蒸馏丝吗？随便你啊，我只随便打的啊，这只是战役哦。我们现在就可以决定它叫什么了。那就烈酒蒸馏丝啊。哈士奇，你觉得要叫什么？还没有想好哎。你现在讲，你会讲这个答案，就代表你觉得这个译名不好，对吧？这个烈酒蒸馏丝，烈酒蒸馏丝好像没有到很直观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这游戏在玩什么，随便乱打的。你没玩过吗？我没玩过，为什么？等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我玩过？你们不是都玩过了吗？屁啦，是你说要揪吼。不然那为什么哈士奇玩过？他写过文章啊。对啊，他去年在那个 PS 上面的时候就有。你为什么可以偷玩啊？他那时候就有放模组啦。没有经过我们允许，你为什么可以偷玩？我哪一次不是偷偷来？哪一次不是从后面来？电子音好重，这是什么意思？就哈士奇啦。因为我今天就开那个与那个变身软体。没有啦，他家网络因为就不太好，他接1楼的无线网络啦，所以没办法。所以容易断断续续的。对啊，哈士奇感觉他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台湾，都处在那种就是虚无缥缈，随时都会消失。网络落后的地方。网络山顶哦。对啊，我家使用中华电信。种花。中华电信吗？大部分都是吧。垄断台湾电信50年的元凶。我靠，现在连不是做都要来凑了是吧？你真的要我火力全开抽下去，你的频道是绝对会变态的。嘻嘻。刚才古爷直播才各种喷，觉得哦 ，V 哥都在凑，大家帮你来建立你凑人的形象。喷什么？建立你凑人的形象啊！你说那个没人看的直播吗？对，没错，就是那个。虎爷真的很可怜的，每天讲干话没人看，然后他也知道没人看，但是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坚持下去，就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他每天对着大海说话，
然后他觉得海上好像有很多人，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可是那个海浪打过来，他就很嗨，他就觉得很多人回应了他。某种我觉得人真的很寂寞，把自己关在一起这样。这个我不予置评，但是反正他很开心就好啦，对不对？开心就好了嘛。对啊，对啊，这就是让我觉得佩服他的地方。如果是我，我肯定做不成那样。就是直播间没有人还可以一直自嗨1小时，真的很厉害。我觉得那个是我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对啊，对啊，所以他是凑什么？没有，他没有凑啊，他是说你，就有人说你在直播前10分钟都会各种凑啊，人家在帮你建立形象，好吗？哦哦，有吗？不然今天要凑什么？我们来看不，最近可以不用勉强，没关系的。朋友圈能凑，最近做能凑的吗？最近有什么能凑的？我不知道啊，有吗？除了我直播带了一个狗圈以外，嗯，你的直播也是出了名的难，真的是除了没难，难看的东西，你最难看的东西流量竟然最高了，那你还那么很棒，认真做干嘛？你那么认真做干嘛？爽的。你都不要拍教学啦，你每天都讲干话，然后拍一堆烂影片，反正大家都很开心就好了啊。大家那么都在笑，用心，对啊，那么用心，对不对？所以微笑世界，哦，这时候我就来业配一个非常用心拍教学的频道，现在玩桌游。拍，讲，不错啊，我觉得认真的，很认真呢。他最近才那个什么医学之父嘛，哦，对啊，哦，说到医学支付，我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神奇的讯息。你知道，策略玩家老是很喜欢批评游戏不好玩，或者是那是什么粪 game，然后干嘛？我那个最近我的仓库里面最快卖完的2个游戏，第一个是那个医学之父，很多人也觉得不好玩。你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吗？托尔图加在昨天全部卖光了，托尔独家卖完了，仓库没货了。哎呦，不错哎。喂，喂 ，Hello Hello， ，Hello，听得到吗？有，好的，你看多神奇，托尔图加卖光了。台湾人到底是多爱打抖咪啊？托尔图家的卖光真的蛮厉害的。我们昨天去的桌游店有摆多托尔图加耶，他进了很多你的游戏。对啊，哦，你说你哦，他可能有是你的声音变大声了，我发现了，因为你回家了。对呀，回家有可能讲话敢大声一点，那你们的距离近了，讲话就比较大声一点。真的。原来是这样子吗？那听起来有可能是因为他进了我的游戏，所以他没有倒了。不然其实应该都倒了。对没进的应该旁应该边那个通这么说，桌游倒了是因为疫情吗？没进的倒了我也不会没进的倒了我也不会可惜啊，应该这么说了。哦，托尔独家卖完了哦，那你印几套啊？啊，说到这个，好，你既然要凑，我给你一个大码的。那个2年前呢，我曾经发过一封信，进货信给全台湾大部分的桌游店。我还记得当初寄出去那封信，大概包括了200多间桌游店。大意是呢，我们出版社发行了一个新的作品，然后想问问各位桌游店有没有进货的意愿，然后进货多少钱？结果你知道吗？没有一家桌游店回我的信，一家都没有。后来我就去问了出版一些比较大的出版社的业务说，哎，为什么店家对于新游戏一点热情都没有？然后某知名出版社的知名中南部业务哦，然后就跟我说，哎，你傻了，现在的桌游店老板都只想每天躺在家里脚开，然后游戏就会自己从店里卖出去，他不用宣传，不用造势，不用教客人，反正他只希望进了货就会自己卖出去。然后进你们这种小出版社的游戏又要宣传，卖不出去还要变库存，他当然理都不会想理你们，你们什么咖啊？然后我就说，哦，那很好啊，那我就说，我既然桌游店都不愿意花心力去卖出版社的游戏，也都不想推广，我就再发了一封信说，为了避免打扰大家，如果你没有回这封信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再收到我的进货信了。哦吼，好，然后呢，安，那一次呢，我发了这封信之后，只有5家桌游店回了我的信。哼，好，那5家桌游店现在是哪5家？你们现在都知道了。
嘴嘴啊，不止嘴嘴啊，就那5家跟我有互动的那5家，所以啊我也只跟那5家互动了。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自己卖游戏，卖到这些桌游店来找我。然后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说，不好意思，我没办法让你进婚这5家店吧。养口养口，虫虫那个养口这边不用打码，我没有乱凑，对不对？直接打就好了，不用害羞。所以这你看很凸显台湾桌游店家的一个问题哈，很多老板来开桌游店，根本没有搞清楚他想干嘛，也没有想清楚他想赚什么钱，然后他就觉得桌游店很好赚，然后他就觉得桌游店是一个躺着赚的行业，只要门口打开，客人就会走进来，或者是出版社给他货，然后他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就可以把货卖出去。我是奉劝，就是有看到这个影片，然后来做这个，来听到这段话的桌游店老板好，就是想清楚你是不是这样的老板。如果是的话，其实我是建议你把店关一关啊，你去卖披萨啊，或者是卖饮料啊，都比桌游店好赚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人啊，其实你不适合来开桌游店。桌游店是一个充满需要热情不断燃烧，然后每天被人打，还要被消费者当狗干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操，你不要来做这门事业，然后不要以为进桌游店的货，然后躺着就会卖，对不对？新天鹅堡的货再卖，你看它能够再卖几年吧？我们等着看。干什么？最后一定要硬凑一下，最后一定要再抽一发，够了。马上讲，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的，马上切割。还真的有卖披萨。好了，那准备进游戏了，大家都到了，大家等不及了，这即将开始，已经挂半天了。母母一进来就遭受到重击。没有啊。还好，习惯了，被凑习惯了，这样吗？鹅宝威爷还在康复中。啊，今天跑马灯忘了改，我改一下跑马灯。今日实况游戏，等我一下，我改一下跑马灯。好的。今日实况烈酒蒸六丝，这个怎么拼啊？图太小了，看不太清楚。有人抱怨最精彩的结束了，还是干脆不要玩了。我们今天就讲1个半小时好了。直接4个人尬聊1个半小时，神经病啊！我看哈士奇的ping是正常的，然后飞龙直播那边的看起来哈士奇的ping，就是他跟我不对牌啊。哦，你们不合，我跟哈士奇比较合。对，你跟哈士奇比较合，真的。我看飞龙也是200、600这样。对呀，第4 T 有的吧？是吗？我听错吗？第4 T 有的。应该这么说，哈士奇不管在美国或在台湾，它的ping都是这么高。对呀，很可怕的。因为可能因为哈士奇不够红啊。哈士奇，你什么时候才红一点？快点红起来啦！你不要烂泥扶不上墙，你又不是肥龙，只会每天吸人家的流量，到处乱贴连结。有人 Piggy 直接说：“好的，正片结束了，那我先撤了。”对，正片结束了，现在开始认真玩了。有懒人包吗？没有懒人包，懒人包就是有个人确诊然后被臭这样子，确诊乖乖在家也可以被臭。可怜的威爷，看一下，我还特别去台中探望他，结果他竟然那个，我们今天只有4个人，1到4。然后我看一下木木的位置这里，好，那我看一下，有人会用这个模组吗？我就按 Start Game 就可以了吧？有人问12生肖最多几人玩？12到6吗？我看一下，到6人吧，我记得2到6，对不对？在我身边。看一下，对，唯一的一盒在你身边。好，我去拿一下。啊，对，2到6，时间是20到40分钟。好，那哈士奇要教这一款吧。对，然后哈士奇的声音完了，忘记考虑到哈士奇的声音了。
他有讲话吗？喂，有听到吗？有了。的。对，好，我不改成一般模式吗？现在新手模式会少很多东西吧？Piggy 说。好，改一下，改一般下，好。听说肥龙直播都没有穿裤子，是真的吗？这个我没办法回答。都穿裸体为哦，原来是裸围啊。Standard OK， 然后他不管有没有穿裤子都没有差别。什么意思？三小菜鸟是看过吗？好 detail 啊！真的太 detail 了。他穿着裤子就可以知道他没有穿，其实是一样的这样。什么东西？公三小，系列公三小。好，那哈士奇来教吧。今天哈士奇是蓝色手指。蓝色手指 ，OK。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款游戏叫 Distill， 那它是一款酿制烈酒为主题的游戏。那我们在游戏中呢，就是从一个远房亲戚手中呢继承了一座荒废的酿酒厂，那我们就要等等，你们会很累个吗？我还好。哦，你现在拼999，哈士奇也是999，超高。是因为哈士奇的拼是只有我这边看只有菜鸟是比较高。那不然木木开好了，既然木木比较顺的话，对。是房主给我就好，还是要？应该是你开，我们进。你看哈士奇稳的话，就你开吧，因为我看你是稳的。那我要弄一下模组，等我一下。哦，对，他模组就叫 Distill。对。这个频道真是清晰健康，对啊，我们那么清晰，那么健康，电子音有点重，这个没办法，这他家的问题。还是你们的拼很高？我这边看哈士奇跟菜鸟都很高，所以木木看我们都还好，所以木木开应该是最稳的。我是因为这样子才叫木木开的。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哈。我现在看都正常啊。对，好，那就是木木去开吧。哦，你开了跟我们讲。好的。我是要开好友是不是？对，都可以啊，看你啊。反正你开了跟我讲，我再进。开了 ，OK。是的。我菜鸟那边有杂音，我听到一点电子音跟猫叫声。猫是肥龙的吧？没有，猫我猫很安静，是菜鸟那边的，看那个就知道了。好的。是我家的吗？是我家的吗？顺畅多了。刚刚是什么状况啊？没有，就是我跟你们的连线不稳而已啦，就这样。就是对冲线有冲到。好了，那就一样。它是pin是正常，但是它旁边有那个 WiFi 的 back connection。为什么飞龙的线跟我们会冲到？飞龙你是用多落后的网络吗？没有啊，我刚才在嗨五角大厦，我刚才正在关中。关什么？没事。你在用网络做不正当行为就对了。没有。我的显卡不够挖矿了。好，民国几年了还在挖矿，落后的人家在做的事情。来，哈士奇开始吧。那我们呢就是要经营烈酒厂，然后从远房亲戚那边呢就继承了一座荒废的酿酒厂。我们为了重启我们的家族事业，那就是恢复昔日的荣光呢，我们就会从市场购买酿酒需要的材料。杂音，菜鸟那边有杂音。好，他先关麦克风了。好，那就是购买酿酒需要的材料、物品、配方，还有升级我们酒厂的设备，那努力酿造出最顶级的烈酒。那游戏中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获得最多的烈酒点数。那烈酒点数的话，有几种方式可以获得，例如是说我们贩卖我们酿造出来的烈酒，或者是参加烈酒大赏，就是一个类似酿酒比赛，然后算是一个公共目标吧。然后再来呢，下一个方法是升级我们的酿酒厂，或者是完成我们的个人目标，还有收集酒品这种全套收集的要素。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获得烈酒点数。那游戏呢，总共进行7轮，那每个游戏就分成4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市场购买我们要的东西。那它的市场分为2种，一种是下面这个一般市场，那它就是会卖一些材料啊，然后跟装酒的酒桶，然后呢还有这上面这边这个3的这个方阵，这个是高级的市场。那我们可以从高级的市场，第一列是升级酒厂的设备，或者是我们可以聘请专家。然后那第2列是高级的材料，那第3列是高级的酒瓶跟高级的酒桶子，桶，对，桶子。那这些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卖酒把酒卖出去的价格，或者是酿酒可以获得的烈酒点数。第一个阶段就是刚才说的市场，第2个阶段就是蒸馏。那我们买来的东西呢，会放在我们的，你可以把买来的材料放在2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是我们面前都有一个图板，那你可以直接把材料放在你的酒厂的这个图板的最左边，这个就是你的酿酒的栏位放在这里，或者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储藏室里面，那就是留到之后的回合再使用它。那在蒸馏的阶段呢，我们就会把材料放在这个酿酒厂的左侧，然后就会酿酒这样。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贩售，我们就把酒卖掉。那有些酒呢，它会要求你必须要陈酿一段时间。那所以下一个阶段就是陈酿。那我们会把那个酿好的烈酒放在这个右下角这边。那这个地方总共可以放置两桶烈酒。游戏的4个阶段，购买材料，然后酿酒，然后把酒卖掉，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酿酒这样子。然后每轮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检查一次有没有达到公共目标。那有获得的话，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这样子。好，等一下呢，我们大家的手中现在就是有2张人物角色卡，然后跟右边有3张你的个人目标。等一下我们就是2选1，然后角色卡2选1，然后个人目标3选2。3选2，好。对，好，那我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图板跟游戏的配件。那图板呢最上方这一排，这一排是这个酿酒。我是没有发到卡吗？还是？好像多发了一些卡，刚才好像按发你的位置是对的吗？没有白色，没有白色啊。所以要重开模组了。不过等一下先解释完吧。没好，那我们待会再开。好，那先看这个好了，这个最右边右边这个像这个点菜单的这个东西，好，那个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学会的配方。那现在这里有2个勾勾，就表示游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掌握了2个这个配方了。第一个就是 Moonshine， 这个就是私酿酒的意思。然后第2个是 Vodka， 就是伏特加。对，我们一开始就是还有看一下在哪边，该有个人的这些都是世界名酒也不到名酒啦，是比较有名啦，不一定是好喝的，就比较有名。好像没有出现。那总之呢，我们是有付钱业配的名酒吧。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最左边就是这个，然后下面这个空白呢，就是我们会买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买这个配方的方块，在上面工艺区。然后这个方块就是有分成3种颜色，金色、银色跟铜色，就对应我们这个这个叫 menu 好了，这个 menu 上面的这个图示。那最下面这个就是金色，我们必须要购买金色的方块才可以学会的配方。那上中间这个就是银色，上面这个就是红色。那你学会之后，你就可以一直酿造它，一直重复使用这样子。好，那你
你学会一个配方之后呢，你就会从这个上面这边这里拿取一个对应这个烈酒配方的标签，这个 token， 那你就会把它放在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 menu 上面，这样。所以4个人是会有3个，还是怎样？还是3个人几个人几个吗？会有没有4个，卡的，有这个4个或4个，但 OK 这个也是要抢的，因为它就是有限，你要酿造出这个酒你才可以拿。好，那你说放在哪？你可以放在你的这个面前，或是随意一个地方都可以。就代表你可以酿这个酒，这样。对，你就可以酿这个酒。好，可是你不是说放 cube 就好了？cube 的话是放在配方的前面，就当做是那个勾勾啦，打勾用的。对，打勾这个记号。那我的意思是，这个 gin label 是要做这个就是我们把酒卖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获得一个奖励。那等一下会解释这样。你说这个 label 吗？对，这个 label， 对。那这个 label 就暂时就先放在这里。好，然后那再来下面这个 label 这边有一个有一排圆圈，就是这个就是凑套换分用的东西。那因为就是它的酒啊，还有这些装酒的容器什么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一看它就是一个世界地图，像这个绿色的可能是美洲，然后红色是亚洲区，亚洲对，然后什么大亚洲之类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凑套换分，最后游戏积分结束的时候会算这个东西这样。好，然后再来右边这个就是酿酒的材料。那酿酒的材料它主要就是酿酒需要3种东西，一个是糖有分3种糖，就是上面这一排3种，然后跟水还有酵母这样子。那它这边无论如何，你酿酒一定要水跟酵母，那糖的话就不一定。那它这边会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东西，例如说像这个 vodka 那个意思就是我只任何一种糖都可以，任何一种糖，然后搭配水加上这个酵母，我就可以酿出这个 vodka。然后下面这个桶子就表示它需要用什么样的桶子来装。那像这个 vodka 就是需要金属桶，然后有的是需要木桶，然后有的是需要像这个白酒就需要用陶土做的桶子。好，然后这个桶子旁边有这个像沙漏的符号，就表示它需不需要陈酿。那这个就是不需要，然后需要陈酿的就是这个像是 whisky， 然后跟这个莱姆之类的。然后你需要陈酿，你就必须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酿酒师这里。好，酿酒师最多就是2桶酒这样。好，然后那有些它像这个第一个月光酒，它就是所有的都不行，就表示我们等一下在酿酒过程，如果翻到任何一种糖，你就不能够酿造这个。好，这个基础的酒 ，OK。对，基础。好，然后在最右边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烈酒点数，你酿造出这个酒，你会获得的酿酒点数，然后跟你贩卖这个酒，你可以获得多少钱。所以呢，像有些酒它旁边都没有钱的符号，就表示如果你卖出这种酒想要钱的话，你就必须要设法从有这个高级的市场购买这些高级的 fancy 的瓶子来装酒，才可以卖钱。那是这个。好，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们的 menu 的功能。好，然后再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左边这个。等一下，是只有我断断续续吗？没有，哈士奇生一直都断断续续啊。你有听不懂就直接问啊。所以是哈士奇的 pin 是不是？如果有应该吧，清楚的可以打断我，没关系。哈士奇，我们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没有，我听得懂啊，我听得懂啊。好，那肥龙你要这个？不是，是突然你的声音又断断续续。哦，好，那我尽量讲慢一点。那如果有听不到的就……那菜鸟，那你目前为止的问题是什么？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我的网络问题吗？还是你们？我不知道，不要。重点是你现在对于游戏有什么问题？重点是这个，还是你刚才到现在其实没有听懂过？我其实都听得清。意思是说，刚刚突然又爆屏，然后哈士奇的声音，我大概只听得懂2个字，然后就什么都不见了，然后又2个字又全部都不见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爆屏。我们这边讲完了，你这边有听懂吗？
我听不到哈士奇的声音，就是哈士奇会断断续续。还是那个菜鸟听肥龙直播啊，因为肥龙的直播应该声音会是肥龙听到的声音。好主意耶！喂，我用我的手机，我用我的手机，这样子有好一点吗？好很多。好很多啊，好很多。那不是菜鸟，你这边哪里有听不懂吗？还是你这边还没有听到半个字？菜单的部分。我已经听到，他说这些酒。卖这些酒没有钱，这些酒有钱，所以卖这些酒如果要有钱的话，要包装，这里靠包装，从这里买，对，靠包装。那差不多啊，那差不多一样啊，他就讲到这边没错了。好，我就是在这边以后开始这个区是看酿酒者的，就是你手牌是用哪个酿酒者酿的。对，这个就是看你的角色是来自哪个地区，它就是什么地区这样。OK。因为我看不到角色卡，因为我现在没有发，所以他这个是我给你一张，是可以是选的，是不是？就是你会选一个人，二选一，对，2选1。好，然后我刚刚这边拉掉，所以我问你，你说卖下面的酒没有银币标示，要钱的话要靠这些牌，是不是？对，你要用比较好的那个内容，或者是比较高级的瓶子，然后它会增加你酒的样子啊，就是你把东西包装比较好，就可以卖比较多，就像那些左上角的价值是不是？对，就像那些集资游戏一样。那这些左上角的价值加上原本就有钱，还是会有钱嘛，对不对？对，没错，就包装比较好啊，就下广告啊之类的。然后这是 item， 然后这是原料，是不是？对，item 原料，对，高级原料，好，请。所以那个配方要怎么买？对不起。等一下，他还没讲。对，我还没谈到。哈士奇，你的 SIM 卡是美国的 SIM 还是 eSIM 还是你没有台湾的 SIM 卡？我有一张台湾的 SIM 卡，就是在机场买的。流量有被限制是不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是无限的，对。我想说，抖内你一张 unlimited 的 traffic 卡好不好？台湾中华电信 SIM 卡30天。不要折磨肥龙。有啦，我有。现在是业配了吗？所以想要讲这板子了吗？对，好，要讲板子了。OK， 好，那最上面这里有1、2、3、4、5、6、7个格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拿到这个烈酒的这个 label 嘛，对不对？那就是当我们把酒卖出的时候，比如说我卖出了琴酒，我就可以把琴酒的这个 label 放在其中一个栏位上，然后我就可以立即获得这个栏位的奖励。OK， 第一次卖出吗？还是？对，每次卖出都有，你只要酿造那个酒，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琴酒的 label。OK， 酿那个酒就拿那个酒的 label， 然后即使你已经酿过或者是卖过吗？对，没错。所以有可能我上面全都是琴酒，如果我一直对，有可能，对，数量没那么多了。那别人就是用完之后，别人再酿琴酒就不会获得这个琴酒的 label。用完之后，别人再酿琴酒。对，因为这个 label 的数量就是在这边嘛，它在这里，所以 label 就是 limited 的了。对 ，limited， 对。然后那你把那个 label 放上来之后，你就会获得这个上面的奖励。那这个奖励就是有钱、有胜利点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好像没，有signature 就是你会获得这个 signature ingredient， 就是你的特殊配方。那这个特殊配方就是用来酿造你个人学会的那个就是你独家秘密配方啦。的独家秘密配方。那我们每个人除了这个 menu 上面的2个就是 Moonshine 跟 Vodka 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个人的秘密配方。那秘密配方的材料就是必须从这个图版的这个奖励取得。好，再来这个左边这个就是放置我们，这是办公室桌上的办公室，就是把我们的角色卡放在这里这样子。好 ，OK。那右侧就是3个放置升级酒厂的专家或者是一些设备的栏位这样。所以我们最多就是同时拥有3个栏位。那你如果想要放新的，你就必须弃置其中一张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下面这个 pantry， 就是我们
收藏材料的地方，你没有用的材料，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那右边这个就是我们放酒桶或者是酒瓶的这个地方。那你买完之后，你买到的东西，你就是把它放在这里这样。好，然都只能后呢，放一张吗？这里可以放很多张，这个就是当做是你的储藏室，就是放着这样子。那你要用，你就从这边拿出来用这样。 OK，好，那右边就是我们的酿酒的地方嘛。那酿酒刚才有说，那你每次酿酒，每轮游戏，你放在这个酿酒室的酒都会增加一种风味。我们下面可以看到这边，它这里有这个胜利点数跟这个图示，就是你一个左桶有一种风味，你会获得1分，2个就是3分，3个6分，4个10分，5个 OK 15分。 OK，那好，那这个风味的风味的那个卡片在这边。好，那待会会解释就是怎么样这个那个流程是怎么样。好，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酿酒的地方，酿酒的地方就是有3个不同颜色的栏位。那仔细看的话呢，第一个最上面的这个就是就是它每一种就是放置一个材料，那上面就是放酵母，最上面是放酵母，然后中间就是放糖，那最下面就是放这个水。嗯哼，好，那你酿酒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放，这每一种材料必须都至少有1张，那但是你可以每一种材料都可以放，就是任意张数这样子，就是所以你每次酿酒的时候，你必须至少有一个酵母，至少有一种糖，跟至少有1份水这样， OK，那你就可以酿酒。好，然后那你用你每放一张糖，你就可以获得1个酒精。那这个酒精呢，就可以当做是酵母或者是水来使用这样子。哦，好，我来看一下，大概游戏的基础的概念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现在来说一下游戏的流程。好，那刚才有说第一个流程就是从市场购买卡片。购买卡片的时候呢，我们会轮流从这里从这里，或者是从这里这个是高级市场，或者是从购买一个这个配方。那我们可以购买3种算4种5种东西吗？就是第一种就是材料，基础材料就是从这里。然后第二个就是从高级材料，你可以选择1种高级材料，可以是人、设备，或者是高级材料，或者是装修的瓶子这样。然后第三种类就是这个配方。那你可以金色配方是6块钱，然后银色配方是4块，花鼠放在上面，对，花鼠放在上面还有写。好 ，OK， 好，那这个红色就是2块。对，那你买过来之后呢，比如说我先买了材料，那我买了材料之后，我就可以决定我要把它放在酿酒的地方，或者是收藏在我的仓库里面。好，那你买了桶子，你就把那个桶子放在这里。那你买了人，就把人放在这里，这个3个其中一个地方这样。那你买了配方，你就把配方放在你的 menu 上面。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市场阶段。那我们就会轮到你的时候，你可以购买1个。那你也可以 pass 不购买任何东西，但是你 pass 之后，你在该轮游戏就不能够再买任何东西。这样。好，然后呢，我们买完之后呢，这个如果我们从高级市场买东西，那买完这个卡片就会向右补这个空位，然后从左边的这个右推补满。好，来，对，右来。好，然后当我们这个游戏都 pass 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最右侧高级市场最右侧的卡片丢到这个棋牌区，然后再翻开新的卡片。好，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蒸馏。蒸馏的话呢，我们在蒸馏阶段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1张这个材料，自己不要的材料，把它丢掉，然后从这个一般市场，就是从下面这一排市场拿取
拿取一张卡片，那但是这个卡片的费用，不能够高于你丢掉的那张卡片。那卡片的费用就是会写在右下角这边红色的这个。所以比如说我丢掉了一张费用是0的卡片，我就只能够从一般市场选择一个费用0的卡片，我就不能选1，这样。好，再来，再来就是我们就把这个想要酿造的材料把它从这个储藏室丢到这个酿造区这里。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酿造区就是你必须要放酵母、水跟糖，这样。好，然后酿造好之后，决定好你要酿造什么材料之后呢，刚才有说每一张糖你可以获得1张酒精，然后你拿完酒精之后，这个酒精会先放在旁边，然后我先随便就是抽几张卡片，就是假装一下我们酿造的材料是什么这样。那待会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卡片呢，就是把它叠成一叠，然后洗匀，把它叠成一叠，然后正面朝下洗匀。那这里就是你的烈酒排堆。那洗匀之后呢，我们会把最上方的卡片跟最下方的卡片放回你的这个仓库里。对，这样最上方跟最下方的卡片放回你的仓库里。好，然后你就会用你剩下的卡片，然后再来就是打开你剩下的卡片，然后来检查这些卡片有没有满足这个上面的配方。这样说大概就是对，这样子。好，那你这些配方呢，只能够用来酿造一种酒，就是如果假设你的配方符合，不是，应该说你的烈酒，你的材料符合多种配方的材料的时候，你只能够选择其中一种酿造，这样子。好，然后酿造完之后呢，你就会把你的这个酒，比如说我这2种符合这个酿酒的那个材料，那我就会把它放在旁边，然后你用一个酒桶把这个酒装起来。好，然后装好之后，就先放在这个桌面上，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有人说可以把这个放到桌子中间去，它会自动把你摊开。桌子中间这里吗？中间。哪里？我也不知道，先继续吧，等下再找。好 ，OK， 好。刚才说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酿造完这个酒之后，酿造出这个酒之后，我再就是拿取这个酒的 label， 而不是就是学会配方的时候拿，是酿造出来的时候才拿。拿了之后会立刻放吗？不对，那卖掉才有，所以拿的时候对，卖掉才有。OK， 所以学会酿出来的时候拿，然后卖掉的时候放上去。好。对，酿出来的时候卖出来放上去。OK， 好。那再来就是下一个阶段，大家都酿好之后呢，下一个阶段就是贩售。然后贩售的话呢，如果那个酒不需要酿，你就可以直接贩售。那如果需要酿，你就必须要先放到有了仓库里来酿，这样子。OK， 好。然后那酿的话呢，我们也是看一下酿酒，我们也是依照回合顺位轮流卖出1桶酒，这样。那可以卖出任意数量，但是每次轮到你的时候就先卖1桶，然后卖的这个酒呢，我们就会比如说酿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用一个瓶子来装这个酒。好，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就会计算所有这个卡片上的给你的钱跟胜利点数这样子。所以这个钱的话会在左上角，那胜利点数就是在左下角。OK， 好，那我来看一下。OK， 好，那卖完之后，然后就是基础，你的这些 fancy 的这个装 fancy 的这个酒的高级的装酒的瓶子跟酒桶呢，它每一种都只能用1次，所以当你把它卖掉的时候呢，这个卡片就先放在你的图板旁，就是任意地方，就是最后游戏结束的时候会计分。然后基础的桶子就是像我们现在手中每个人一开始拿到的这个
属桶跟玻璃瓶，这个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这样 OK，cannot be traded， 好 OK， 也不能交易。好，对，好，那你卖出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烈酒标签，就是这个 label 放在你的个人图板上面其中一个栏位，然后获得它的奖励。好，然后再来，那卖出这个酒之后呢，这个酒就会这些酿酒的材料也会如果是一般材料就会放回这个一般市场，那如果是高级材料，就把它丢到这个高级材料的弃牌区。OK， 好，那个酒的 label 如果被拿光，你酿好酒的时候还可以拿对 label 吗？就没有，你还是就酿好酒就没有 label，还是就不能酿了？你可以酿，但是没有 label，就没有额外的奖励这样。所以卖酒那动作其实跟 label 没关嘛，那 label 只是 bonus mark 的概念就对了。对，当对，没 bonus 错， mark 在用的，对，好。对，好，那最后就是刚才说的陈酿阶段。好，那如果这个酒是需要陈酿的呢，刚才我们就会把这个酒叠放成一堆嘛，然后叠放好之后呢，我们会从这个风味这里暗抽一张牌，然后把它盖在你的那堆烈酒上，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桶子放上来，这样子就是你的这个酿酒的这个酒，然后你就把它这一叠放过来这样，然后轮到下一个酿酒阶段的时候呢，下一轮游戏的酿酒阶段，我们就会再暗抽一张新的牌，然后一样盖上来，然后再把这个酒桶放上来这样。那当你要卖出那个酒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个风味打开，然后来看看你这个酒酿出什么样的风味。它就是有一点随机性，就是你无法掌控这个酒的味道这样。好，然后我来看一下，他们是差在哪里啊？钱吗？差在分数，你的风味越多，你的分数就越高。在这边，这个酿酒的这个右下方这里本身啊，什么东西？是不一样还是一样，还是数量而已？风味卡风味不一样，哦，有差钱，不一样差钱而已。对，钱它也会增加你的钱，然后它这个右上角就是你的这个所以到底是风味的数量 （flavor number） 还是flavor 卡 number 的数量。每一张卡都是一个，对，都是一个 flavor，就是你酿几年的意思啦，就是5年份就会15分，年份越多，对，年份越多就越高。只是说每个年份会提供的钱是不一样，这个要卖的时候才知道。所以这个是有皮革味的酒吗？对，没错。哦，好吧，难怪我不懂品酒。好的，好，那刚才呢就是绷带口味，4个绷带口味听起来也不错，感觉很某种 play 的感觉。好，好，那总之呢，做完市场，自己讲那么开心，傻眼。总之做完这个市场，就是从市场买材料，然后酿酒，然后把酒卖出，跟最后一个酿酒的这个4个阶段之后，一轮游戏就会结束。然后一轮游戏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确认这个公共目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烈酒大赏这边。那公共目标就是看有谁达成，谁就可以拿这个分数。公共目标在哪？哦，这里 OK 好。左边这里。再回干话哦，刚才差点就漏掉了。好，这是固定的吗？还是？对，固定的。固定这4个，还是就是几个人都这几个？它有很多，只是我们这场游戏就是这4个。OK， 好。好，那就是如果大家有很多人一起完成的话，就会评分上面的分数。然后第二个，所以不是先抢先赢，就是对，不是先抢先赢。看结束的时候有几个人完成这样。对，没错。好，然后最后第二个行动是举办品酒会，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你有没有卖出的烈酒的话呢，你就可以举办品酒会，你可以花费1点烈酒点数获得1块钱，那最多获得4元，这样。好，烈酒做完点数之后，对，烈酒点数就是我们的这个胜利点数在这边。哦，这样我们就会用
这个在上面跑分这样子，哦，OK 那你就 OK 可以 OK，懂了。最多就是扣4分，然后拿4块钱这样。 OK，然后做完之这个动作后，是一轮的最后对，一轮的最 G 后，face 对，之后对， ，OK，一轮结束之后，对，好，好，然后做完之后呢，你就推进这一轮的这个轮数标记，然后就开始下一轮游戏。好，好，那7轮游戏之后，就是最后就会计算分数，然后你在仓库里还没有卖出的酒呢，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卖掉了，就是一轮，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你还有仓库里如果还有在酿造的酒，你就不能把它卖掉，但是你可以获得它的烈酒点数。哦，不是自己喝哦，哦，好，所以会获得分数，OK，对，好，会获得分数。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凑套换分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来自相同地区有2、3、4、5、6个来自相同地区的酒瓶，你就可以获得2、4、7、10或15点这个他写在哪？烈酒点数。我来看一下哦，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写在哦，他应该有写在这个玩家帮助上面。哦，好，看懂了，OK，好，对，好，这里好。那如果你有收集到一组不同的来自就是3个不同地区的酒瓶，你就可以额外获得5点。那不同的这个地区的酒瓶，这个只能够获得1次这样。好，然后呢，你的升级酒厂的这个人跟设备也可以让你获得胜利点数。然后你的完成的个人目标，也有这个胜利点数，还有你最后每剩下5块钱可以换1点，这样，就是5个积分条件。那计算完分数之后呢，就是分数高的人赢。好，就是到这边。OK，好，可以重开了。然后在重开前讲一下，就是这个气调，就你们任何气牌是丢到这个瓶子里面，它会自动分类。对，然后这边可以补。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直接丢进去的，反正卡车头它是直接丢进瓶子里的，那其他它会自动就是丢回该丢的地方。我看我ping突然变高，对，你的ping突然变超高。它就是每次卡片都有。污染，还是再换回去吗？不用了，我还行吧，你就直接重开看看好了。对，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过热了，我看一下。这么快？我重开吗？真的？你说我？我现在看你300多，还是就一样飞龙开？好啊。好，主选单哦。要我抖那电脑我就办不到了呢。不是，抖内信卡还可以，抖内信卡还可以，抖内电脑我实在没办法。我最近抖内电脑已经抖内1台了，给我们的校对，他校到一半电脑炸裂，我只好抖内1台给他。我开了，等你们到我再开始。对。来找位置坐下吧。所以它的那个新手模式跟标准模式差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刚刚中间落掉好多，所以没关系，就一边玩一边来吧。这游戏是轮流的对吧？我看一下哦，这游戏需要打回合中吗？应该是它的 first player， 它是起的拼又变，这个它是起你的拼又变得好高哦。你还是用手机吗？对，我现在还是用手机。果吗？好，塞到你啊！这个是他为什么就是 Age Face 不是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 in player order 啊？我不懂，大家不就自己陈酿自己的酒而已吗？有些游戏会这样写，就是怕混乱吧。可能啦，我不知道。因为感觉就只有市场的时候会比较有互动吧，其他好像都自己在做自己的。对，好，然后这个就是从黄色玩家开始，这里这个右上角这里有这个
等一下，我有点忘记这个要怎么改，这个是每一轮都会改还是怎样？这个我印黄绿象中好像没有改的样子。没有改，所以就是游戏就一直照这个顺序这样。对啊这对对对，个是怎么决定？还是就随机？还是它是随机决定。哦，有，起始玩家标记会交给这个左边你的之类的对左边的玩家，对，没错。对啊，可感觉是应该黄色这样左边是蓝色呢。对啊，就是上一轮最后啊，然后会变成下一轮的最先，应该是这样吧？哦，我感觉是这样吧。好吧，反正先这样吧。对，好，OK。所以现在要干嘛？现在我要去市场挑是是吗？哦，我们现在就我要是先选一个目标，啊对对对两个目标跟一个对酿酒人物，对，人物2选1，然后目标3选2。Non Age Spirit Label 是什么？没有陈酿的是吧？Non Age。我来看一下。Non Age 的，没有，我在看我的任务目标啦。哦，好。No Match 的，还有 B Type Mod。OK， 好，我选我看得懂就对了。SPS 就是那个烈酒点数是不是？SP 什么？是 Spirit Label。Spirit Label。可能要看一下卡片长什么样子。SPS 这个简写是什么意思啊？它那个 SPS 的简写。哦，这个啊，应该就是感觉就是点数吧。点数吧，对。啊，就是烈酒点数，就是烈酒点数，对。哦，选看得懂就对了。不要丢哪？对，看到了，在这儿。这个基础市场的它的价格就是右下角的那个标签，是不是？对，右下角的标签。有点纠结。不要的人物丢哪？等一下，不过好像不用想太多，就这样好了。啊，就这样吧。这人物就直接选出来了。对，选出来放图板哦。不要的是丢这里吗？不要的。然后目标是就都留着嘛？没有，目标3选2。3选2嘛 ，OK。哦，丢错人了，我想说丢到别人家，我把我人丢到别人家去。你选了目标之后有起始资源是不是？对，我选完之后，我拿到了一些东西。放在哪里啊？放在自己家吗？它会自动给你吧？你就放这里啊。有来看，他给了。那个 Spirit Label 是指那个酒的种类还是什么 ？Spirit Label 就是有很多啊，一个是你可能是地区啊，也有可能就是那个 label。就是各种成套收集的元素都。对，应该是啦。ping 很高，对，哈士奇 ping 999呢，好可怕。999超可怕的，动不了啊。OK。好吧，那为了庆祝哈士奇，现在看大家都正常了。那为了庆祝哈士奇聘这么高，我们直播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可以关台这样。哈士奇要做什么，跟我们讲吧。好啊，我来看一下哦。然后刚才到我们手上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起始资源跟这个有一个这里就是你的 menu 右侧有一个你的独家配方。哎呦，甘蔗，这就是原来是我家哪里独家，全部公开给大家了。就是只有你可以，就是只有你可以做啦，只有你可以做。好。对，好。对的意思啊。什么独家是右上角的这个哦？这个是。然后有人说分数他在回答 SP 的问题。OK， 好，分数感谢。那手上这是随机抽一张，是不是？他帮我们抽一张基础材料吗？就对应你的角色，那个这个角色是材料，好像对应你的角色的吧？那材料现在就要决定放哪里了吗？材料你可以先放仓库，因为反正酿酒的时候可以从仓库里再拿出来。这边吗？对，菜鸟有2张啊。
好好哦，我只有一个水而已。哎水，那我水现在可以跟麦发动我的能力了吗？你的能力哦，你的能力是什么？坐大概在轮椅上，我会多一个水，或者是多一个那个哦，可麦。以哦，可以哦，那我要可以。去哪里拿？水的话就市场这里，这个直接拿，现在哦，对好，对对对，我看一下啊。但那个对，那个瓶子，大家的瓶子 default 都是两个，是不是？对，一个铁桶跟一个铁桶，一个酒瓶。一个金属桶，一个玻璃瓶。对，我还是不知道我这怎么拿的。它是我的角色有写吗？我看一下哦，Sell each non-age spirit。不是，我是说这张啦。哪一张？好，我看一下。我的那个起始的这张牌是怎么拿的？像菜鸟就是有水又有这个。对啊，我的也是只有一个水，我忘记了。哦，看一下，拍个文。角色卡翻面。哦，角色卡翻面。哦，角色卡翻面。我刚有翻面，我看一下啊，它上面只有写这个啊。而且初始资源啊。我有4块钱，我有一个意思。我们钱是在哪里啊？钱是这个黄色这个东西是钱。对，这是你的钱。好的。初始资源好吧。没有啊，这个不是这个吗？这个甘蔗啊，它不是这个甘蔗吗？这个是你的你的 starting resource 这里有啊。你的 starting resource 就是4块1麦。East 没事，好，懂了。好所以食谱是写在这上面了。食谱是知名直播主。英文不好没办法。好，没关系，你快要有繁体中文版了，要来个1000套吗？真的繁体中文版，这游戏太需要了。这应该是菜鸟对你讲吧？没关系，你们现在疯狂的喷没关系，因为不是我代理。繁体中文版到底是谁？第一梦叫我出，然后我拼死命的就说我不要出，然后最后他们就含着眼泪默默的自己出了。靠腰。那为什么要出繁中？他们可以出简中就好。对啊，他们要刷1500套的简中跟1000套的繁中。哈哈，哇，确定吗？好硬哦！要确定哦，要确定哦。Simon 是想要就这样结束他们的代理生涯这样。这么杀就对了。Simon 今年也是出很多游戏。菜鸟怎么3张目标都留着，3选2？因为我开挂啊。哦哟，开挂太猛了，太猛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第1回合嘛。代理还开挂，代理在开挂吧？没代理还敢开挂？来，那个买材料啦，菜鸟记得选一张弃掉啊。买什么材料？没有了，我在说。所以说我先选嘛。对，你是 first player 啊。你说我只有2块钱，所以我要先从目标卡是3选2。对，是。看一下果糖要2块。然后这个醋糖东西我现在没有。然后它的这个卡片就是中间这里就是名称下面还有一些能力，然后通常是当你买到的时候就可以马上触发的这种。对，还有一个这个。那我这个是 add， 我就不是 purchase 是吗？这个我会发动能力吗？对啊，我的能力会触发卡牌的能力吗？对啊，你就是你每个人游戏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角色的能力，它会自动触发的。不是，我的意思是，那我的水跟这个东西它不是会有那个效果吗？那这个我还会发动它的效果吗？我来看一下应该不会，因为它上面是写 when purchased。你没有 purchase， 当你购买的时候，你不是购买，你是 add。对，你说我们的那个私酿配方就是这个怎么 enable？私酿就是固定会有嘛？你有啊？对，你跟我长得不一样啊，我们都是不太一样的。私酿不一样吗？那每个私酿不一样，你说这个嘛？下面啦，他是说最下面的啦。下面是那个。我的意思是它配方吧，私酿酒是第一个吧？所以天生就有就对了。对，天生就有。天生有这3个。对。天生就有的意思是我一开始就能酿。对，你一开始就能酿，但是它的材料可能通常就比较难取得。那像这个是什么材料？看不出来，还要这个吗？
他要对这个， 3个卖哦，你一定要有这个对，你一定要有这个，对，然那后你还要再另外3个这种糖，3张这种糖对，对，然后你取得这个材料的方式，就是你必须要这个把烈酒标签放在这里，对，哦，放在这里才能才可以，够取得它。对，才能够取得它。啊对对对，嗯，嗯嗯，好，好复杂哦，天啊。所以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取得这个什么东西，这个 corn，你要先因为 corn 现在没有在对，你要先学，嗯对，你要拿标签，你要这个，诶你要这个材料，我要用这个，你就必须要有标签。那你要标签，你就必须先卖酒。先你要卖酒，你必须先学酒。你要先学怎么酿。这2个没有标签，对不对？哦，这2个有啊 ，Vodka 有啊，这里啊，Vodka 哦，所以这里啊，可是很多卖 8个，私酿也有吧？私酿有的都有，都是4个。然后 Vodka 哦和就基础的会有 Moonshine 8个是8个，对，好的好的，看一下自己的一片，嘿，所以只能酿那么一次。好，你说酿酒会用到水，但是配方表里面没看到水，因为固定有吧？固定就是一定，它就一定要求你要有水酿酒的时候，每个栏位都必须至少有1张卡片，所以一定有水。什么叫做每个栏位至少1张卡片？你是说每一次酿酒的时候，一个 set 里面一定要有1张水？就是你这样吗3张，你这对3张对各一定要至少各有1张啦。你的酵母、糖跟酒跟水至少一定要有，每一种至少都要有1个。麦子，不过这个哦第一个Moonshine它不能有糖所以就是我不能抽到糖嘛，因为它会把最上面跟最下面去掉嘛。对对对，就是你就是赌运气，我靠，你会把你的糖抽走这也太难酿了吧！啊，不过过不过我不用指定要酿什么，对不对？我可以抽完之后再看对我能酿出什么你可以东西来。抽完。对对对对啊，对，那我懂了。对对没错原来我说这也太难，要先指定也太难了吧？好，那就没事了。好不用不用我懂了。对，我完所以我全理解了。现在先从市场先买一个东西，你可以这样做，买1张牌或1个然后 cube，包含 cube 哦， 1张牌或 cube，你只能选1。嗯哼，然后等一下在该你还可以继续买，直到大家都选 pass 为止。那我们每一轮只能从这边最多买2张牌，一个玩家，所以买来的这张牌先不要放到自己，就先放在自己面前来做记录，不然我们算不出来谁买2张。这是第一个阶段哈，那个 market phase。那我先拿这个，然后我拿1块。拿1块，为什么你可以拿1块？他买的时候不是可以拿1块吗？哦，他写的这个可以，请。然后他免费嘛，右下角是费用。对。然后换谁？换菜鸟。哦，好。怎么回事？我那我调一下，等我一下，是吗？我调一下。是我吗？因为如果是左手传的话，不会是菜鸟。他是对啊，他到底是顺时在逆时在哪？这样是我看一下。他结束如果是会传给哈士奇的话，那应该是应该是哈士奇，然后这里好，木木结束是哈士奇 ，OK。好。我的话，我来看看这个顺位会怎么传呢？它是对啊，因为他刚刚说是会给左手边的玩家，那顺位不是应该没差了，我直接用 O 的强制弄成那样就好了。好，这是跟他那个第2轮会的顺序，因为我以为他是会把最后顺位的玩家变成第1个，原本以为是这样。那我也拿1个酵母跟1块，对。你不用手动拿，右边有按钮。哦，真的耶，好，感谢你的教学。然后你比较累格，所以点一下应该就不用再点了，它应该等一下就会飞过来。好吧，没有再跟我讲，我帮你拿。好，为什么变成有5个目标啊？是4个人局会有5个目标，人数加1吧，因为你刚才没在，他就以为只有3人。对，人数看一下，对，人数加1的目标。When purchase may review the top card of the market。拿水可以立刻买，可以立刻选择要不要买某一张的牌顶啊。撤退，大家再会，拜拜。我看一下。拜拜。我有卖，我好像应该买水。好，水军撤退了，可以关麦，可以关播了。靠腰，我想一下哦，都要有。
好吧，那我就是随便拿一种材料吧，好像没什么。我好奇一下，如果酿酒的时候你把左边全部洗成一叠，然后你去头去尾，嘿，那去头去尾完之后，你牌里的元素不足你配方的元素，这样还算酿酒成功吗？还是只要你有就已经酿酒成功了？嗯，我想一下菜鸟的问题。如果你的材料跟 menu 上面的都不合，你就会失败。但是其实不会失败，因为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 bug。对啊，你要么 Vaga，你要么都没有的话就是母虾呀。嗯，你翻出来要是一张糖都没有，那就是母虾。你有糖，你就一定至少可以有 Vaga。不会啊，你看哦，如果你左边只有一张糖，任何选一个，你只有3张，那你洗一洗，去头去尾。你的意思是说去头去尾只要有一张，那万一我这张被去掉的是这张嘞，是这张糖嘞？你的滑鼠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说，哎这3张，然后我们酿酒，嘿，那万一被去掉的是这张糖，那上你可以练面的糖母虾呀，你可以酿母虾。对啊，母虾可是没有母虾是不准有糖哦嗯，Vaga 是只要有糖哦，所以你不会有失败的问题。嗯，哦，好，换菜鸟让我想一下啊，我没有水，所以我应该拿一下水。好， ，purchase up to 2 cards per player， 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这边可以一次买2张。不是，是一轮一次一张一次一张，一轮只能买到2轮张。流对，一人最多2张。但一轮你也只会这个 face 一次，你是怎么做到买2张的？三没有，我们会轮流，一直轮流，一直轮流，一直轮到大家全 pass 为止。 3次，对，全对 pass。对对哦，对对对，大佬了啊！水精灵前下班了，拜拜。拜拜。哇，还有无人机耶，酿个酒酿到有无人机，蛮猛的。这游戏，好，酵母，然后糖类的来源，不管了，先随便酿一个。糖类来源它会写什么？他是写我能力是 non age spirit， 就是不用陈酿的，对不对？只要是非陈酿。对，不用陈酿的酒 OK 可以额外卖。所以哈士哦奇，我问你，Market 里面的这些原料，其实卡牌里面的图再漂亮都不重要，其实根本就是看右上角而已，对吧？对，对，右上角，然后跟它底，如果下面有写东西的话啦，如果下面有写东西是重要的，只有这2个基础，对吧？其他看起来是没有的，图它也一样啊。是用来抽因为这边是成然后分的东西。然后下面都是 flavor test，就对了。对对对对对，那右下角都是费用。对，费用对对对，还有然后左上角跟左下角是你会获得的东西。然后虽然说这边只能买2张，但上面没有限制，不过上面都很贵啦。对像我这样买，我像这样拿走这一张买走，就下一位了，是不是？嘿，啊你买哪一张？这一张。嘿，先放在前面，因为一轮最多只能买2张，你不放在前面，没有人知道你买第几张了。还好啦，就让我开一下挂，会不会这样？好，换木木，傻小。我买这张好了。哎呦，哇，你怎么钱这么多？什么太凶了 once per market face may discount one day 哦，可以减价的，好猛哦。够了。不带你还想开挂？你看被骂了吼。那你买12生肖100盒了吗？你要问他，不要问我。买100盒的话，会每一盒都帮你亲笔签名哦。你现在签到那我拿一手断掉。个这个好了。 Mix the grain，等一下，对，拿这个。顺便直播让你上频道哦。我们直播签名100盒的过程哦。这个这个是什么？add 这个 basic 是 mix the grand 是 mix the grand 是什么？这个吗？ 应该是卡牌，应该是吧？对啊，哦，对啊，对对啊，OK 好。最基础的。哦，每一轮可以降一个基础的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卵用。这游戏
的确需要中文版。对，嗯，真的，而且需要某只绿色鸟的。这游戏让我想起，这游戏让我想起一个游戏，咖啡烘焙师。对啊，我也觉得，我刚才也有在想这件事情。这是什么 ？Once per round copy 了选一个复制，复制对，你的升级的自己的，所以如果一张都没有，先放这个就是智障。所以现在是肥龙，没有，他是说那个这里现在是肥龙在参考嘛，市场哦，可是我没钱，可是我没钱。现在是肥龙在参考吗？算吧，没有，我只是在好奇，只是在想上面的效果是什么而已。哦，直播主，你有资格参考吗？不要拖乱节奏好，好4块钱，我拿一张水，我拿水，4块钱，你看你买不起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品啊？玩家素质好不好？玩家素质。好，我选一张，我选这个，打开来，我可以看一下要不要买它。At the start of each round, add a basic water。好，就这个了，我要买它，减4块。下一位。为什么你可以买？哦，你是暗抽是不是？没有水的效果，对吧？他叫我翻开牌库顶啊。然后我可以选择买它或放回牌库底。好，4、2、6 cube 买 cube 的话，就直接 enable 配方就对了。哇，没钱了，钱好少，shit。如果你 enable 配方，你的目的就是让你在酿造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是吗？看起来是这样。对，或者是因为后面的配方分数比较多了，然后还有陈酿，你就可以赌比较大一点吗？对，你可以赌比较大一点，但是可是第一轮基本上有点难。第一轮应该是，而且你还要去花钱去买你的配方，对啊，你现在什么都不会，比较复杂，对啊。好，继续买卖吧。好，换木木。问一下，所以我们如果要酿那个私酿酒，就是要至少有一个麦跟一个水的。你不管要卖什么，你不管要酿什么酒，你三个区域都至少要有一张。除了私酿吧，私酿不用。没有都要，不管怎样3个都要。哦。但是我们会去头去尾啊，我们会去头去尾，所以你有可能酿成这个，你可能被迫要酿成这个，应该这样说。那个被迫去头去尾之后，那个被去掉的卡牌是去哪里啊？好问题，我去对，就是回到我看一下，我记得是回到你的仓库。回仓库那就好。等一下，为什么有人把那个全部拿走啊？因为我要卡木木啊。原来那是有限的，手太狠，我还真不知道，原来那是有限的，我完全没注意到，我完全没注意到。我跟你讲，我们玩家素质就是这样，我不像我的上一家常考1分钟，然后都在看那些自己买不起的牌。白痴哦！你刚刚把一整天牌拿起来，我行动。你这开外挂，你这外挂仔，你刚把17张牌全部拿下来，这外挂仔。我行动3秒就做一手让你永远买不到牌的行动，厉不厉害？不厉害，你把17张牌拿走，并不厉害。好了，这应该是无限的吧？10几张应该不可能买得完了，短时间内。我想说奇怪，怎么10几张，怎么可能一下就没了？莫名其妙。我想说这个东西有被卡的那个吗？怎么第一轮就被卡？然后你就会说，这玩家互动也太强烈了吧？这样，我就发动我的卡牌能力，就是减少2元。吗？场主，请问我可以吗？场主是谁？这个可以直接放，因为这个不是基础的。你这张牌哪买的这里啊。他从高级市场区，不像我们只能 Q 笨手，很可怜的我们。高级市场区，对啊，这里有，对啊，这里啊，高级的。真的好，那这个材料用完就没了吧？对。好，我 pass 啊。所以先 pass，下一轮的顺位会有什么变化吗？不会。不会。好，那我就先不管，我还是只能 pass， 没东西了。好，我想想啊，我想要玩大一点，玩越大越好。代理1500套，对，太大了。我靠！
啊，对啊，Piggy 不是走了吗？他说一人一回合最多买2张，用完就会放回去，应该不可能用买完吧？哼，我买了不发可以吧？我买了不酿，全部放在这里自己吃。我直接生吃酵母，我生吃酵母。它的 limit of 2 cards from the basic market per round， 他讲的 basic market 只有这里是不是？对，就这里啊，所以我说这里买的牌放在前面，其他不用。这里不是用嘛？对不用，这里你只要钱够多，你可以永远的买下去。所以只要你钱够多，你可以全部买光这样子。对你爽的话了，我是没钱的啦，我是没钱的啦。对。好，我要买 cube。好，哇哦，学新酒了。买那个2块，我只买得起2块的这个嘛，对不对？然后帮我对，你可以2块放在任意其中一个 pantry 哦。好，我放完了，所以就换下一家这样，对吧？对，这什么酒啊？是叫？我觉得我好像都买不起，所以我应该是 pass。烧酒吧，日本烧酒，应该是韩国。烧酒是韩国的，他写韩国，他是写韩国。这是久别骑士吧？这是柯南吗？不是，这绝对是这绝对是骑士酒啊！你看为什么白兰地就最高，然后白酒在这里，然后whisky 在这边，而且 Vodka 的确啊 ，Vodka 就像马尿一样，所以在这么低的地方。OK， 好，算对你，我不歧视任何酒类。我不歧视任何言论，我不歧视任何酒类，除了 Vodka。所以你还是歧视 Vodka 嘛？对不对？就你呀，我在学你讲话。好，我们都 pass 了，换菜鸟。那 pass 了，我 pass 了。好，那就结束了，那就是进入蒸馏阶段。对，蒸馏阶段就把这个酒，你就把它合在一起，叠成一叠，对，然后放在中间，洗洗，怎么叠在一叠啊？那个框起来按 G， 框起来按 G， 按 G， 然后翻面 F， 然后洗洗，然后放在中间，放在你前面的空间，放在我前面的中间，对，然后呢，然后头尾对，然后头尾拔掉，就是最左边跟最右边拔掉。好，然后最后这一张，那这个就是你最后酿出来的东西，看你能酿什么。我只有酵母 fuck， 我只有酵母 fuck， 我只能酿烂酒。我也是酵母，酵母。我有一脉，所以我可以酿 Vodka， 所以我可以酿 Vodka，shit Vodka。所以我跟肥龙可以获得2块钱跟1点胜利点数。一酿出来就马上拿钱跟胜利点数啊？对，弄完马上拿2块钱。我会拿1块钱。有人说马尿一杯，靠腰。然后2分在哪里跑？这左上角这里，你要这个只能手动，这个只能手动。2分。2分，哈士奇你不是跟我一样酿？你的角色，我跟你一样啊。我们那个不是1分吗？我们不是 Moonshine 吗？我看一下，对，1分2元，对，1分2元。哈士奇作弊都是无声无息的啦，你不要讲出来。然后他不像你都公然作弊。然后我会多1块，我的能力，我酿那个马尿，不是，我酿不用陈酿的酒多1块。马尿，等一下，所以我这样的话，我是可以酿什么？你可以酿 Vodka， 你只能酿 Vodka。我只能酿 Vodka。对，2分1块。不行，因为你有这个。Moonshine 的条件是不能有糖。对，好，了解。好的，那我就酿 Vodka。那我酿 Vodka，我就拿一个 Vodka。不对，是打勾。我是拿 Vodka 哦。对，我们就拿 Moonshine 或 Vodka 吧。然后菜鸟也是拿 Vodka。我们拿 Moonshine， 然后就可以，这个就直接盖了嘛，因为我们卖掉了嘛。还是还没卖掉了。我们卖掉的时候盖。还没，我们还在第2阶段，我们先拿。对啊。菜鸟是酿什么？你是酿 Vodka。那你是瞎了？你是瞎了还是怎样？不是啊，你没拿啦，什么瞎了？你手残吧？凶大家都拿了，我们就进入这个第3个 sell face， 就是卖掉，对。然后所以你只会蒸馏1次是吗？
对，就是只会蒸6。一轮只会酿一个酒。我看一下，对，你只会酿一次，你只会酿一次，所以我们只能酿一种酒。不是，那为什么会有目标是一轮酿两个酒的？我看一下哦，你每轮游戏只能够酿造1种烈酒。对，你只能酿1种。我没看到，我没看错了，我看错了，我瞎子，对不起。这个是陈酿2支酒啦。OK， 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进第3阶段，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桶子，对，去装吗？对，应该说我们刚才第2阶段的时候就是用桶子装啦。然后第3阶段就用玻璃瓶把它分装，但是因为现在这个都是，等一下，所以都没有差，所以第2阶段酿酒的时候，桶子的牌不用加进去吗？对，应该是要把桶子的牌，对，要把桶子的牌加着。对。应该说我们刚才动作太快了啦，动作太快了，所以重来一下，只要加进去，有差对，因为你那就重来就好了，因为你去头去尾的话，有可能去到桶子，我就可以酿别的酒。没有，桶子是酿完之后才加。靠腰，那就没事了。好，所以就一样好，对。所以我讲一下目标，就是我们酿好了，我酿到了 Moonshine，我就先拿这个标签，对，然后把这个放到桶子里。对，放到桶子里。OK， 然后这样就结束了吗？这样就是一个这个就结束酿造嘛。对，然后再来就是贩卖的时候就把这个酒瓶装上来，然后就开始计算这个所有的分数，再拿上去摊开来看呢。对。那我就再拿2块。对，再拿2块。OK。看哪里拿？所以我现在左上角。我现在才多拿1块。对，这里，所以你是拿3块。这里1、2、3，对，才拿3块。哇，你有高级桶？没有，不是高级桶，你是什么多了1块？水哦。原来水可以多1块。也是，对，然后也是这个时候才拿这个 menu 右边的这个分数。这个时候才拿，好。对。然后因为我们卖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签放到我们上面某一格。对，没错。我想一下。然后这个酒桶。起始酒桶跟酒瓶都是可以无限利用、重复使用的，对，所以再把它放回来，这样。那我们刚才酿的这个材料就放回这个一般材料放回市场，然后高级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然后但是待会就放回这个气排区。好，所以我们一次至少会用到3张材料。对，每次至少用掉3张。然后我们基础只能买2张。对，然后因为我们刚才每个人都。就是又放了一个糖嘛，你放一个糖就可以拿一个酒精。好，然后把你的酒精就放到你的仓库里。放一个糖就放一个酒精，什么意思？你刚才材料里面只要有糖1张，每1张你可以拿一个酒精。对，每1张可以拿一个酒精，然后收到你的仓库。那这个酒精在下轮游戏你可以把它当做酵母或者是水。对，或酵母使用。这样才对嘛，不然我想说。我每次都要3张，结果我基础虽然说我可以买高阶，但我基础只买2张也太坑了吧？懂了。好，那现在这一轮酿过了这些要去哪里？然后这个回到你的图板。对，本来都要丢掉，但是这2个是基础的，这2个会回出去，然后其他全部都要丢掉。这个就回到供应区。所以原料会消耗。你丢到酒瓶，它就会那个了，它就会帮你摆。对，你把它丢到酒瓶就可以了。基础的也会吗？我看一下。基础的也会，基础也会。可是这个不会帮你回收，你要自己从酒瓶捡回来，或者是你就不要丢进酒瓶就好。懂了。所以我刚刚买，所以卖掉了，我这个就可以盖了，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哪一个？这个可以盖，可以盖。对，现在就可以盖。它这个免费食谱是高级的也可以，是不是？什么意思？这个奖励不是免费食谱，一个免费的 one free 一个免费食谱或2分，对，高级的也可以。可以解锁高级，可是我们根本凑不到那么多材料啊，解锁高级屁用哦。想一下干高级的要么就，这也太坑了吧。所以第2轮了吗？对，没有，还没，我还在想这个要放哪？这是什么？一个 free 的什么 ingredient？没有，就是材料啊，一个免费材料。
对。基础的吗？第几个？你跟我说第几个好了？1、2、3是第4个。左边数来第4个，中间这个一个免费的材料，对，包含高级的。我问个问题，他说每一轮你只酿1次酒，但是你卖的时候没有限制，是不是？对，因为你要陈酿啊，因为你陈酿，你陈酿就不会卖酒，你可以最后再全部卖，就陈到最后一轮的时候全部卖。蹲得越低，脚就越麻。这什么东西？我懂了，所以这3个就是直接去高级市场拿，这应该是高级市场的。好，那我看一下高级市场现在有什么哦。哇，我可以直接省6块钱呢，怎么那么爽 ？One ingredient by Q。然后它扣件条件是什么？就是7轮结束啊！我懂为什么刚才木木问的那个，木木刚才问说为什么卖酒是说卖酒为什么？应该说 Edge Face 为什么轮流弄，对不对？因为这个因为这种是可以直接拿市场的所以有顺序限制，所以你没有是 sell 那个是 sell 啊，那个不是 Edge 啊 ，Edge 是只是加我们这里的这个我看一下，我好 score 这个我知道就为什么要轮流？因为那个 flavor card 的顺序不一样，虽然我们会不知道，因为没有办法控 flavor card。好，但应该是没差啦，理论上没差，就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flavor card 是怎么顺序。所以我现在盖这个，我就可以直接免费拿一个升级装备。卖是一个路线，所以应该是我先盖是吗？对，你应该先选择要盖哪一个，因为这一轮是我先。对，应该是要这样，因为这有差，顺序有差。Copy 省6块不错呢。Copy 感觉要拿最贵的，但感觉 Copy 也不错。看一下 ，Copy 很酷那我拿个 Copy 吗 ？Free Upgrade 的这个吗？我拿这个 Copy 的好了。行，省6块，为什么是省6？那个省因为免费啊，卡6块，对吧？没关系，好，我拿这个。好，换这边没有线嘛？这个升级卡没有线嘛？这个是放这的所以有线对，只有3张好，没关系。换哈士奇。At the start of each round, add a basic 加一个到我的 pantry。这个4块钱，他讲的 misprint 是什么？原来它有线那我这只那可以覆盖吗？可以换啊，可以换掉，可以换在哪里？刚才说什么 ？misprint 是你在哪里啊？你搜吗？OK 好。mix 这个吗 ？misprint 是所有的植物都算是不是 ？mix plant 只有这个它这边有写中间是看中间mixed plant 只有这个experience 这个沙漏是什么意思？陈酿给陈酿酿酒，对，要陈酿。我拿一个，简单的说需要这2个都陈酿了。那像我的独家的这个东西不陈酿，你只能用铁桶，它有写铁桶，木桶在这，陶桶在这。你就是用铁桶，所以如果有人一直陈酿，然后想要一次卖掉的话，他还要多买酒瓶才有办法一次卖2瓶、3瓶这样。对，可是酒瓶不是本来就要，因为酒瓶不管怎样用掉都会丢回去都会弃掉你只有一开始的我们的烂酒烂瓶可以一直用，其他都是要买，而且用完就要丢了。为什么没看到酒瓶开出来？哈士奇弄好了吗？我好了，我拿5块钱。换我。为什么没看到酒瓶开出来啊？酒瓶在这里啊。酒瓶你说瓶子就刚好没有啊。所以如果现场都没有酒瓶开出来，然后你想要卖酒，然后没有酒瓶，你就卖不了，你永远蹲在家里。这里我们有废酒瓶啊。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当然知道，我们永远都有一个酒瓶。但是如果有人做陈酿的话，他可能到第5轮或第6轮想要卖的时候，万一他没有酒瓶，是不是卖不出去？比如说他一次陈酿3桶，然后他要全卖的话，他没有3个酒瓶，他就卖不出去。有够惨。好，是吗？对。
会发生。可以问一下那个我们的这个升级卡，如果它被覆盖的话，它的那个分数就不算了，还是会算？它是偶尔。我想想，你在说哪一个？就是假设我这张想要被盖掉的话，因为它后期就没用啦，我以为可以很多张，它是减费的。但如果我是说它，可是它会提供我分数啊，气质啊，气质。好的，好，没事。你还想占便宜吧？什么占便宜？这个3分这3分我把它气质。人家好歹是 architect， 然后你利用完人家就想把它丢掉。我根本就没利用到它，我刚免费拿这张啊，它这个价值，我花3块然后省2块，你女朋友都没有。你女朋友 email 给我，我要让她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妹子一点用都没有。你大声一点啊！好了，这个下一位是吧？对，换你了。你盖完了是不是？你就是要这个了。好，你拿5块。好，那你做完了，那就没事了。好，那就是1轮结束了，对吧？是吗？也没有陈酿嘛，所以无所谓嘛，就 OK。第2轮，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那个卖的时候那个分跟那个分是记在哪里啊？这里啊。哦，你没动是不是？你要记得动。你几分？2分吗？我2分，然后1块，我还拿1块。然后我们来，你一定不止1块。你卖的时候，你的铁桶跟水会帮你加。你至少有3块。好，了解。好，然后要整理一下这个要整理一下这个，我刚才忘了整理，就是要把右边的配对。我觉得那个哈士奇刚好也在复健规则的感觉。对啊，很久没玩了。好，然后一轮游戏结束，我们会检查这个。对哦。有没有达到目标？这是什么？有3个什么鬼？有3个升级。增加对，然后没有。Sell a number card using a bottle from same region。用一个没有，我们都是用最普通的瓶子，没有地区。OK， 好。下一个是 Sell the spirit containing an at least。OK， 这个我们也没有。6张牌耶。6张酒精，对。然后是1轮游戏卖2瓶酒也没有。陈酿2瓶酒，这个也没有。1回合要陈酿2瓶酒。我知道这游戏好玩在哪里了。起始玩家要换人吗？对，起始玩家换人，换左手，这么单机还右手还这么高。换左手边。OK， 好，那就哈士奇先。叔然后我的回合开始拿1张水。好。我回合开始拿一个我自己选的材料，基础材料。好哦。2个这个选一个，我选个，我看一下你只能选择水或跟麦，不是那个酵母。我选水。哎，好哦，酿不出那么好东西呀。好呀，我来看一下我有多少钱。10块钱，好，我要买1张这个。等一下，好，你买了算了。怎么了吗？没有，应该没有影响。看我的能力是什么时候可以发，因为我的那个无人机是可以使用上面的能力。没关系，不用解释了。对，三小。不要解释，哎呀，解释伤感情。我花3块钱买，结果这东西只能帮我赚1块钱回来。分啊，有1分啊，分数才可以赢。也是啦。好难选哦，想一下。 3块钱只能帮你赚1块钱回来，然后这游戏只有7轮，我怎么再多想都觉得很奇怪。它要 boost 6块钱，6块钱 boost 拿2麦，拿2麦你可以酿出烧酒，烧酒给你多少钱？干烧酒不要给你钱 ，fuck。我学个马尿。下一位。这么快就换我了，看一下哦。这游戏重考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吗？
他讲他的，他讲他的。麦跟这个树 ingredient， 这游戏常考的话就是侮辱其他的智商。是这样吗？我看一下。我随便乱讲。不是会弃掉牌？有啊，这两张不是一模一样。刚刚我们酿的都弃掉了。American 或者是什么？这个 label 1分每2个，所以我们的 label 是根据，可是这样 label 到底怎么算啊？因为我没有拿 label， 我们刚刚酿完酒那个没有 label 嘛，它这边不是有一个 label？ 这个在这里啊。我们刚才你看盖上去的不就是 label 吗？所以这个 label 就是根据我是美洲嘛。OK， 那我知道了。那所以我可以买这一个吗？大家都 when aging 的时候会加一个额外，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 age 会额外多一点。靠一个 recipe， 不是会弃，我们刚才应该都有弃掉啊。我们刚才酿的东西全部都有弃掉啊。为2哦，我先用那个头尾去掉的东西会留着吗？还是也是弃掉？留着，回到你的仓库。头尾会留在我的仓库。那我刚刚应该有一个。好。这一轮买就可以这轮用这个吧？是吗 ？OK。这轮买的升级就可以这轮买。所以头尾弃掉的会留着，然后酿出来的会卖掉。OK， 这正常，我要懂了。Transfer marketplace。所以我这回合已经有这些了。好。减2已经够了。那我刚才不应该买这个。我刚刚改这个吗？我想一下改这个好了。算了，不想了，我就直接先拿这个。然后这个我可以折2块，因为我是有一个妹子，我的妹子的最后的用途就在这里。然后它扣2块。下一个应该是换哈士奇。对。好，我看看，我有一个这个那我买一个配方。哎呦，买了，哇，买赢的，你赢了。我拿到赢的是不是？你是要铜的是不是？我想你赢了，直接买，你要怎么酿，我都不知道，我都看不懂了。好了吗？好了，换我买这2个好像没有差，这2个没有差，就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好了，我买一个这个，然后我可以省2块，这是我那个工厂能力，所以我再花1块就好。下一位。去头去尾真的很坑欸。去头去尾，知道怎么玩呢？看一下我的伏特加没有。好，所以这样就可以了，懂了。好，那个没有1张糖，我就可以拿一个酒精，对不对？每1张就可以。OK， 好。对。我靠，好，那我先拿这个，有一个糖，这个是可以乘2。我懂了。好，这个游戏还蛮有趣的。好，应该这个。换哈士奇。轮到我。好，那用我的能力购买这个，就是花1块钱购买一个这个。下一位。花6块钱。好，6块，你要干嘛？你要买金的？要学金酒。我等下我想一下，我要学金酒还是我要？哇，真的要学金酒哎！你要买什么白酒？这个代理成中文要不要改成台湾小米酒之类的？应该会被说是，应该会说被台独吧？
对不对？你不要乱说，什么东西？台湾小米酒哪有什么这个问题？不要乱讲话哦。要登台了吗？看关我屁事，又不是我讲的。这个，我就看菜鸟要讲多少。我不知道，我敢说那句话绝对没有问题哦。这个就是不知道在凑什么地方。我买这张。好。我的话，里面有个角色是中国调酒师哦。所以呢，所以呢？问一下，我现在的我无人机就是这几个能力都不能复制，对不对？无人机，对，是，好烂哦，什么烂无人机？那个哈士奇，我问一下，如果像我现在买这个葡萄 grape， 然后我等一下酿酒的时候去头去尾开出来了。但是开出来之后，我选择要酿的酒其实并没有用到葡萄，那个葡萄不会被弃掉吧？那个葡萄会吧？会，那不是太奇怪了吗？你每次乱丢进去酿，然后比如说我等一下酿出来，如果还是烧酒，然后只因为我把葡萄丢进去了，然后你可以不要丢，你可以不要丢。对啊，我买10部。Hello， 我买10部。你的意思是说，反正我每次丢进去，我就是要怀抱着必死的决心，一定要出来。对，应该是这样。我来确认一下哦。总之，如果去头去尾装桶的原料卡装桶的对都要丢掉。不管怎么样，你有4分啦。你就算你没有酿出你想要的酒，这个分数是拿到的。好，懂。懂。换哈士奇。换我了。好 ，OK。PG 大要出现了，PG 大刚不是撤退吗？对啊，我也很好奇，是不是太想念我们了？哦，没有，应该是担心我们又村规，然后就会很生气。我先买个酵母，然后可以获得1块钱。我想一下哦，我要拿什么好呢？我要买什么好呢？拿什么好呢？钱好少哦。钱怎么那么少？啊，有瓶子了，有瓶子了。那是问号When sale in game 一定会有1分。假如是未酿的话是2分。哇哦。对。哇哦，好像很不错是不是该先买一下？这个还可以退2块给我好像不亏。买了。好瓶子，好瓶子不买吗？啊，更好的瓶子。哇，直接拿2分，哭。欧洲酒拿4分哦，下一位。不会啦，我觉得你那个 CP 那个比较好用。但是都是用1次就是了。木木偷偷的买好3张，准备拿成就了。什么？哪有偷偷？我正大光明的买好吗？啊！你们都不买，你们买了我才能复制啊！我现在那中间那张卡跟个废物一样，是跟我左边这个妹子已经一样，完全没有用。我这2张卡完全一点用都没有。菜鸟了，去头去尾，进桶就要菜鸟这张牌可以回去了，没差。去头去尾，进桶就要丢掉，他是在惩罚贪心的人。对啊。你可以不放那么多啊，对吧？就看你的想法。不放那么多，你很有可能去头去尾酿不出你要的酒啊。是。然后你如果想要精准的酿出你要的酒，你丢进去的东西就要够多啊。对，要加2。对，但是你一口气酿出来可能就GG了。是。你一口气酿出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口气了。买。最后一口气。买。哇，好贵哦。好，我买的一个东西。下一位。为什么我4块的那个牌不见了？在这里啊。我帮你放上。这个。因为这个基础牌才要放前面，因为基础牌有限制张数，其他没有，你可以直接丢进库存里。不要鸡婆，我就是要看我的 display， 好不好？是。你买100套，我就准你这么做。好，没事。我不准你这么说。
pass 啊 pass pass 是不会按的 pass 换那个我也我 pass，都 pass 全部 pass 我也怕了。下一你就个阶段整理一下这个，先整理一下这个通命区，这个哦，这个我会先哦 ，OK 好。这个先。是啊，你直接按 low truck 就好啦。哦，他会哦，原来如此，还有写好。好，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先看我们有几张那个这个糖，对，然后就拿几张酒精，对，就拿几张酒精。好，所以像我这样，我放4张糖就有4张酒精。对，错，真的假的？这么狂？可以拿2个，然后洗一洗摊开来嘛。等一下，对我再确认一次，所以我可以拿4张酒精哦。哇这是摆哪里？哇，酒精随便摆。感酒谢精就先放你的仓库。感谢梦流影大师仓库哦。对，啊，4张抖内了我酒精们300。 4张酒精，哇，太爽了不！感谢4张酒精就放在，感谢太神了吧对啊，就放这里，太就放这里。神了吧！这个，好，突然一个抖内小梦梦，你抖内飞龙300是不是太浪费钱了？你应该把300拿去买桌靠游。腰。好，我弄好了，弄好了吗？哦，我帮他跳个，就把那个这排洗一洗，嘿，叠起来洗一洗。包含那个酒精吗？对啊，所有你刚才用的东西，对。啊，等，你拿的酒精，你这回合拿的酒精不会算进去。对，那是下回合用的。然后菜鸟这个没有用，对吧？那就放在这里，以免混淆。哦，好，开，去头去尾。放到中间。哎呦，干不就还好，我有多放，不然就吃死了。真的是不能贪的这游戏，去尾可怕啊！好，去尾赞啦，我的钱都留下来了。对，然后那个什么分数什么都先不要加，因为我们还没卖出去。对，我们要先装桶子。对，先装到桶子里。所以我们就把桶子放在旁边好了。好，我可以问一下吗？我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做不了我的这个啊？我的 cha 这个东西。我看一下，因为我有麦子。它是不能用到，它不能有，对你不能有。No。所以你就只能够酿有水，这个就还好我没有乱买，还好没有乱买哦。那你就只能够酿这个 vodka， 又是 vodka。好，你喝马尿吧。心好累哦。我为什么要买那个东西？好了，我放好了。没有想好以后再放瓶子嘛，这样子。对。然后就这一堆去算，然后卖。我卖先拿你的那个标签，对，先拿标签，对，在卖之前就先拿了，对，你先拿好。那有人要陈酿吗？不是，对，然后下一个阶段了，对，就卖了，有人要卖吗？有，当然卖，不陈酿的只卖。好，那就是这样就3块，是不是？从谁开始？从你开始卖啊？从我开始吧，对，从我开始。好，那我就是用我的这个。瓶子装垃圾瓶跟垃圾桶，好，对，所以我可以获得5块，1、2、3、4、5块，再加上这个，没有5块，然后跟7分，5块跟7分，7分我帮你加，7分我帮你加。等一下，蒸馏的时候是什么？蒸馏的时候对，我有一个能力是蒸馏的时候，我可以放一个那个风味卡。哇，我直接拿哦。等一下，我可以发这个能力吧？就是他这张是后来翻，因为我的无人机可以复制啊，我是在轮次中都可以复制。行，所以这张我可以发这张，少一都可以多拿一个。行，买 basic 卡，然后我就2块，因为2 run。哇，多3块，耶，多3块，风味好猛哦！就这样吗？为什么可以多3块？他的卡片直接自动加入一张风味，好扯哦！好，完成。好，那换我。我把材料就放回去。你这个要放那个塞到你那个你的洞里。对，我的洞里。好，那我来想一想。那我先算我的。怎么样可以陈酿啊？对，酒精会直接加进去。陈酿没有，首先你的酒要先有陈酿能力。
哎，我们村了啊？什么 ？Piggy 说酒精会直接加进去哦。哦，不用等下回合哦。我可以不加吗？我可以不加吗？因为我刚才没有要加。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说不用等到下一回合，就是防止你的重要原料被弃掉。哦，原来是这样。哦，那差蛮多的。反正我刚才确实没有要加。像他就4张酒精就差很多啊。他有要酿这个吗？你的话你有差，你可以重弄啊。你要的话你可以重弄。差蛮多的，因为我那你重弄，我没有差，我没有要加，我本来就没有要加，我没有差别。哦，你的意思不行不加，一定要加好。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已经有4个麦，我有4个糖，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酒精因为酒有钱啊，会影响到你卖的钱啊。哦，所以我可以翻面，然后重来一次就对了。对，你们就重弄啊，这个还好，这个可以回，这个还好。哦，那我可以靠，真的有差哎。那我上回合拿的酒精也就算了，就当做用掉吧。第一回合就算了啦，你现在还要回收第一回合，对啊，太难了。好了，就这样吧。那我就是这样。哦，所以这样子的话，这样就差很多了。开。那这样的话，这一张牌，哎呦，不就还好，我有多买麦，干，果然还是表我还是弃掉2个麦，王八蛋。酒精有加跟没加跟我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还是得卖，我还是只能做vodka，因为我混了一个我这个好了，我还是酿出来了。自己的牌组用的太烂了。然后去头去尾也是丢回原来的嘛，对不对？去头去尾会丢这里，就是你没有花掉。花这边对，丢这里。哎，那我本来放2麦怎么不见了？在这里吧。你是不是没有洗进去？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啊，我刚才没动你的，所以你没有洗进去，那你就再洗一次而已啊。所以就是在这里啦，在这里啦。好。就从算了，我懒得洗了，就这样。好。那这样差很多哎。因为每一滴酒精都会为你带来钱哎。对，而且重点是也会降低你把重要材料丢掉的因素。你的重要材料就不太容易被丢掉了，虽然说我还是被丢掉了，还好我独家干。想坑我，好换我，然后那这样叠上来是1、2、3、4、5、6、7、8、9、10、11，所以我会再补3块。对嘛，这样钱才够嘛。2、3，然后分数是5、6、7、8，我加8分。所以刚刚我们第一轮是刻苦酿酒师对吧？超苦的，所以酒精用完就丢回去了。所以酒精基本上有可能被滤掉了，有可能被滤掉，懂了。那这规则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要放一个这个，我也忘记了，要找一找。我要放哪一个好呢？所以我等一下可以酿其他的，因为烧酒已经没了，烧酒剩1瓶。等一下是谁起死？等一下是我起死，所以我其实可以再酿烧酒。好，那我就在这里的确酿酒的时候，那个酒精就要加进去了。Once you have added your ingredient, follow this step to distill。对啊，每一张 sugar 就要加1张酒精，对，然后再重新洗牌。对，OK。Piggy 是对的 ，Piggy 是对的。管了我加5块。那 Piggy 要不要买一个100套啊？讲什么鬼话 ？Piggy 表示杀小朋友。Piggy 繁体中文版的哦，在美国看繁体中文版屌不屌？这边直接回收了。Piggy 在美国看繁体中文版屌不屌 ？Piggy 要回来了。好，我做完了，我的那个板子也放完了，换菜鸟，你放板子。我已经拿钱了，我还没分，所以是现在要放板子，是不是？你的酒要先卖掉了，现在是卖酒阶段了。好，我要卖啦。那卖了这个就拿回来。对，我钱已经算完了。分也算完了吗？
然后这些都丢掉，是不是？对，这些都丢掉，你直接丢到瓶子上就好了，它会自动帮你分好。那里？这里，这样子，它就自动帮你分好了。好。哇哦，真好用。丢完之后我就会跑分，所以我会跑5分。对，这样吗？对。好，5分。这个黄色踩在我头上。没有，你可以用，它有，你按左键，你的会自动跳上去，它有写好7分。1、2、3、4、5，好。然后你再就塞这个，开我的，这个拉下来，拉到这里 ，OK。好，然后我就可以酿酒了嘛。这个我就可以这样拿过来，是不是？还是这样？没有，不用拿，这个只能酿一次，这个酿完就是压上去。懂吗？它就只是一片，但是你专属的，没有人可以跟你抢。好，好，都做完了。这谁的？我卖了。好，都做完了就没事，我也卖完了。没有 sell 的时候要 score 这个吗？这个是什么时候算？哦，这个是整个回合结束吧？轮次结束的。所以现在应该是没有人要陈酿，可是没有 age 对，没有人要陈酿，那就开始算了。那木木就会拿到5分，这个5分，然后就翻面了嘛。是谁也酿烧酒啊？我还有哈士奇，我们都酿烧酒。3个。为什么你们都可以酿烧酒？无耻你们都 copy 我的策略。Sell a non-Vaga spirit use a bottle from the same reg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Sell 一个不是 Vaga 的，然后用一个同样地区的什么 bottle？他自己怎么不讲话了？因为我看不太懂。我断线了吗？喂，肥龙，我断线了。喂，好，这是什么意思？OK， 就是用一个跟你的人物相同地区的瓶子，然后贩卖一个不是巴卡的酒。好，我没有。好，然后贩卖一个酒，包含6张酒精。我们刚才有吗？没有，我5张而已，而且我其实只有4张，因为上一轮的1张，所以我只有4张酒精。我好像也是，对，那也没有。然后贩卖2瓶酒，这个也没有，这个大家都没有。OK， 好。其实我们可以把分数换钱，对不对？是不是一直没有问这件事情？对哈，都忘记分数可以换钱了，我没有要换了。分数换钱就是如果你有没卖出的酒，你可以把分数换钱。没卖出的酒的时候才可以，没有，所以要有陈酿的时候才可以。对。对，你因为是办品酒会，你必须要有酒，你才可以。好的。大家那个 OK 好，然后就换肥龙起始玩家，然后就下一轮。好，那我先，我看一下我材料有什么。我们是不是玩不完啊？要不要定个轮次啊？那就这一轮结束啊。这一轮不是啊，12点了，可以这一轮结束啊。对，没错，好，行。你们原来有限制啊？我们没办法玩到结束了，通常都没办法。为什么？本来我其实今天其实可以吧，但因为本来是因为他是要上课。对。好，我先发动能力加1水。没事，就这一轮结束吧。我已经知道他在干嘛了。对，可以代理了。你要代了，真的假的？刚不是说 C 梦吗？对啊，你要代了。西梦代理不是我代理嘛？西梦总代理不是我吗？讲鬼话，原来是讲鬼话。不是啊，西梦总代理台港澳总代理就是我，所以西梦代理就是我代理，这话不是很正常？去看，那你从刚才就在讲梁萧伟靠北。你们真的好可爱，你们真的是玩家，你们不是资本家，没听出我刚刚那一句话的神秘背景？没有了，2500套。对，你加油。好所以我们确定是你代理，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喷这个游戏了吗？喷啊！新的时间在喷，我跟你讲，西梦代理等于我代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代理我要拿出我自己的钱来。西梦代理是西梦拿他的钱来印，但是只能够透过我卖，结果还是我在卖，所以还是我爽，所以当然是西梦代理好啊。懂吗？这是资本家的秘密，各位。那你能不能先买啊？换我了，买这张。讲多久？到底是要讲多久？要讲多张？
哦，大麻啊，不是，这不大麻，这是什么？哦，棕榈叶，没事没事没事，这么兴奋，没事，看错了，抱歉。啊，为什么累个啦？不是，大哥，你右边有 icon 可以按加减。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哦，我这个你右边可以加减你的钱，你的萤幕右边。这一轮可以升什么 recipe？ 这一轮的 recipe， 它的游戏结束是我看一下 ，same region 哦，所以要成套，要成我自己。Vaga 就是 Vaga 就是我哦，所以我在凑。你在凑什么？不要偷凑，不要偷凑哦。好，那我买这个假这一个跟这一个，好，2分、3分、3块，4、1。这游戏是有时候必要的话，要先拿这个 basic market， 因为上面可能没有你要的牌，你要等别人买。原来如此。等别人翻，爽下家。我买这个，花4块。爽吗？哈士奇？好爽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爽到你爽啊！这是水这不是那个材料，这是单纯的水哦。If remove from spirit stake during the add basic water， 哦，免费再送你一张水，生生不息啊，瀑布啦，生生不息，真的 The Circle of Life， 而且还给你1分呢。对啊，是不是该买一下？他对我来说只要1块欧洲的酒。换谁啊？换哈士奇。为什么大家的拼又突然变好高？山泉水哦，山泉水。这游戏真的蛮需要中文的，老实说，太多细节能力。2个，好吧，我来试试看。Piggy 说什么？如果 B 哥代理，我一定你一定100套，是不是？100套买下去。对，你信用卡号码先过来，印你的 logo 都没问题。印只猪在上面 ，Piggy 印那只猪就印 Piggy 的 logo 都没有鸟，就那只猪。对啊，说到那只猪 ，Piggy 那个12生肖那只猪，你不觉得就是以你的形象化了吗？你还不买个1000套，对得起你吗？三小，那只猪多可爱，而且你有没有看我的开箱影片？那只猪躲在盒子底下哦。封面还看不到，你一定要买，你一定要把它打开，你才看得到。这是彩蛋呢，真的，那个彩蛋真的是令人感动。来，下一位，换菜鸟了。我要买这个。这要2块哦。这边基础这么贵，这桶只要4块。我买这个东西4块。1 2 3 4。等一下，我问一下，我等一下酿的时候有几个糖，我就可以拿几个酒精，对吧？对。那可是我要先有酵母吗？因为酒精可以当酵母啊。对，酒精可以当酵母，所以我不用有酵母，对不对？其实我不需要有，因为我有几个糖，我就可以有几个酒精。我想一下哦，每放置一个材料，如果要酵母的话，我要换这一张，我一定要换掉，不然我等下酿不出东西来。我想一下，它的那个，我觉得那我换一下。我觉得它应该是对，它就是你要先在所有栏位都放置一张卡片，你才可以进入酿酒阶段，然后在酿酒阶段你才会获得酒精。如何都好，换哈士奇。那好，那我刚才要拿这个，不然等下就我买这个，买这个，然后我用我的能力减少2块钱的花费。你好了吗？好了，我好了，下一位。又是我了哦。对，我要买一张水。换木木。我要买食谱，搞懂这游戏真蛮好玩的。我要买食谱，买爆！我要用这个可以折2块，我要买一个中等的食谱，然后我要扣2块。我要买这个 room。好，换我。
那我买一个水，这里啊，3块。哪位？我买好了。80。那我要买一个这个东西。好，我要念很久了我。快！你有没有 icon 啊？你有没有 icon？ 换哈士奇。我靠，这上面都是。我买一个这个。我看一下哦，我现在只能买。看一下 ，when aging 哦，这叫 aging。start 不用 ，during the sale phase gain 1 addition selling a split you if you have OK from same region OK 好，5块哦，我5块够吗？可以耶，我可以买这个，还是我要买一个比较好的瓶子？欧洲这是什么？亚洲可以，好，那就拿这个。我刚才是不是按了一下 ？OK。亚洲，既然 B 哥代理了，我一定会找机会去蹭哈士奇的那100盒。哎呀 ，Piggy 真是聪明。换那个菜鸟 pass， 然后木木也 pass， 换。没有，对不起，我还可以再买一个基础。请，因为我只有一个基础。OK， 我看一下。好，然后换拿一个基础。好 ，OK， 不过那个要钱哦，这个基础是要钱的。OK， 好，我听成这个基础是要舔的。让我们好，就你听错好，然后换木木。我pass吗 ？pass。好，换哈士奇。我也 pass。OK。好，那就我也 pass。好，那我们就来加一加，然后。肥龙，你真的是错字王喝了再上的再不是这个再啦，再不分，你会被你会被阿提笑，好不好？我被笑很多次了，我没有差。我不能不知羞耻啊！我现在改了。以后你小孩叫肥龙的时候会叫错名字啊！等一下，我上面没有，是我如果 East 没有，我还可以酿吧？我有酒精，没差。有几张？4张糖，所以我有4张酒精。不行，因为你要有 East， 你才可以拿酒精。是这个是上一轮的，这是旧的。上一轮的不是我们都用掉了吗？没有啊，你去头去尾啊，我前后去头去尾的2张。好 ，OK。什么意思？所以我现在那我了解。OK， 可以。所以我还是可以拿酒精吗？可以。好长。拿2张。我怎么那么衰？还好习惯就好了。来吧，命运的一刻。好了，我弄好了，然后我酿烧酒。No， 命运之神没有眷顾我。你为什么要我这差很多分呢？GG。爽啊！等一下我问个问题。没事，拜。好，不问了。问了。问了也是伤心。伤心啦，差7分呢。那就用，等下就粪便烂东西。好了，那从我先开始对吧？我买那个食谱就为了酿那个酒。我酿好了，就这样，然后这个和这个。好，然后我酿烧酒，然后就这样，我先酿好，就这样。好，真好苦。然后换菜鸟酿，菜鸟也放好了哈，现在只要放好就好，不用做后续的事。OK， 好，木也酿完了哈。对，好，那我酿了我的私家。好，再来是卖啊，从我开始卖，我卖就这样全卖。然后我有6个酒精哈。OK， 然后我先算钱，1、2、3、4、5、6、7、8、9、10、11、12块。6。
6、9、10、然后分11、数12、13、14、15，我靠，15块，6、7、8、专下。 9、10，拿这10分轮是要拿分数比较重要啦。那个钱不是5块才6块才1分，还是几块才1分？13分、17分、21分。钱的话是5块1分，5块1分，对啊。好，然后随便了，再拿2分。靠，我这一轮24分呢！哇哦，哇，24加7，可以换我卖了吗？还没，我卖完了，卖完了。Distil， 我看一下。哇，你是酿哦，你酿那个你的19嘛，19的分数超高啊，正常啊。对，而且还有这个，对啊，这是正常。这些牌都有额外的分数，而且这个如果被 remove 了，还可以怎么样？好，等一下，我卖，我看一下哦。我要发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这个我要发这个，我要发这个 Metal Rickhouse， 然后我在卖的时候，如果我，不对，是这个吗？不对，我看一下。Please first time， 不对，不是，那一张被买走了，等一下，哪一个？什么东东？哦，可能吧。你把这张买走？对啊，我买走了。你不是说不买这张吗？我没有说不买，我先买其他的，然后我钱够啊，我想说无聊就买一下。肥龙，你买了，你要跟我分了5分，然后又卡我，拍谁啊？我跟你分了什么5分？我怎么都不知道。那个啊，凑3个人不是有这个吗？没有，你用完了一次啦。我是要凑6个酒精。你要凑6个，好，没事。我看一下啊，我现在卖的时候，所以这一张的话，我没有 flavor， 我没有就是说，我如果是不能陈酿的酒，我就不能用这个，对不对？不能陈酿的酒就不能用那个。哪一张啊？但是还是可以加 flavor。你在说哪一张？这一张。哦。During the sale is count one addition favorite card when calculate edges。应该是要陈酿的。你看我差多少？我如果酿出这个的话，我就可以加了。陈酿的。哎呀，人生嘛。人生就是这样。好，没关系，那我就正常卖。那我正常卖的话，我这个的话会拿4分，因为我这个是 American 的 Spirit。然后我看一下4分，1、2、4、5、6加这个，我就10分了，10分好像蛮多的。然后加1、2、3、4、5、6，我原本是可以多。刚有人说刚进来，这有高粱吗？看起来没有。酒在这里，我先给你看。Moonshine Vodka， 不会念。烧酒，柯南里面的琴酒，威士忌，海盗最爱喝的兰姆酒、白酒跟白兰地。6，这是什么酒啊？卡什么？卡酒卡恰萨卡恰卡，不知道，完全没听过这个酒。其他都有听过，就巴西的，就这个没有。巴西的酒。卡萨夏我听过了，卡萨夏哦。对，它那个 C 下面是有一个角，这是跟 S 一样的发音。懂。对，哎呀，这么懂，很会喝。好的，我也卖完了。我也卖完了。然后我的奖励也拿了，我拿2分。你这一轮很夸张。菜鸟才夸张，菜鸟20几呢。菜鸟酿19啊。随便拿2分，应该拿2分吧？拿2分。我拿2分，再跑2分。好了。好，不管，反正这是最后一轮嘛，怎么样都是拿2分嘛，对吧？这边就是再拿2分嘛，对，没差，就这样。好，结束吗？对，不是还有这个任务，我有6个酒精，我拿7分。我也有吧？你有6个酒精吗？4个吧。1、2、3，它有一个是什么？我知道它有一个是什么？这次用几张卡是不是？6个酒精，就是6酒精啊，我6个刚好。巴特，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我有这个，因为我是用
那个美洲的这个瓶子，然后卖了非 vodka 的酒。我也有那个，所以我们2个分。肥龙，哎呀，不好意思啊。那我们要怎么？我们拿2分还是3分？应该是各2分吧。2分。无条件进位各3分吧。哎呦，各3分。哎呦，你看木木你卡什么？我这样子就可以跟菜鸟平手了。你要是没卡那个，跟菜鸟平手，你下去。好，那就这样，剩下2个一定没人达到，一个是要卖2个，一个是要酿2瓶。我差那个。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再来还有什么分？我看一下。再来就最后的积分。最后积分，我们就直接卡掉。来，第一个，第一个没有啦，第一个是在仓库的酒，但是我们都没有。第二个，在仓库的酒，对，没有。对，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成套收集。这个怎么算？这个是算看你的酒瓶数量，你有2、3、4、5、6个酒瓶，来自相同地区的酒瓶。所以它是酒瓶才有成套收集哦。对，是酒瓶吗？还是这个就是有卖出去？怎么会收集酒瓶 ？Bottle collections 啊？酒瓶不是酿完就会弃掉吗？为什么还会留着酒瓶？应该是那可能是我说错了，就是你的酒瓶放在旁边等着计分。酒瓶放在旁边。对，弃掉放在旁边。那我刚刚还有另外一个酒瓶，我看一下。For your bottle collection next to your distillery board， 对吧？在 distillery board 旁边。这个。是这个吗？好像是，对。那我就一个。不过这个酒瓶没有地区耶。对啊，那就没有了。那就没有所以有地区的才会有，所以我有一个有地区，是我加2分。没有啊，它是有2个才有2分。那没有。2分。好，然后嘞，一个至少有一个3个不同地区5分。没有，也没有，根本就没在凑地区啊。但是它成套是这个，我以为它成套是说你酿的酒的区域或者是。然后再来是升级场嘛。对，升级的这个。所以我这个是没有1张 equipment 的，我就可以加1分，所以我有3张加3分嘛，这个。1、2、3。我有5分。然后我这个 silver 或者是我这个效果是什么？2、3、4、5。我看一下哦。每2个不同的 label 烈酒的 label， 这样子我就有2分。好。它要不同 ，OK。那找到我酿其他算了没差了，我酿不出第4个。好，我算完了啊，你这个是？我的没有，我的是唯一一个人才有分。然后最后5块钱算，不是目标卡，没有目标卡，对，目标卡。我看不懂这张是什么这张是什么 ？Skip the easy stuff. I've been tied for the most bronze, silver, gold tier, spirit label. 这个标签。你的标签要是平手或最多的。我的标签要是平手或至少平手最多，所以你一定有啦。你3个啊，我们都是酿3瓶啊。不过他是说同银金啦，所以如果你刚才酿这个，你就拿不到这个分了，因为这不是同银金。私酿。等一下你只有1个同银金对，所以你只有1个，没有私酿，对不对？那我有2个你拿不到。哎呀 ，sorry， 他是要看同银金的然后基础的没有。对，只有我有2个同银金，所以我又害到你。哎呀，拍谁？这个是没有，另外一张没有。另外一张这个要最多钱。菜鸟的嘞？这是什么？都没有。好，都没有。那因为我都没有在管那2张。这个我有，我最多亚洲酒。加6分。你这个怎么好凑啊！42，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有吧，另外一个是非成年酒，我有3罐了，一定是最多，就是至少平手。对啊，因为这个就很简单，这个也很简单。你2个都很简单的。对啊，我挑看得懂的而已。那个不是那个哈士奇的嘞？我的也都没有。就是搞这个时候我有。你为什么我们才玩3轮，你的分数就已经？哇，母在好高哦！那绕一圈该怎么办？这边可以放对不对？这边是放什么的？分数片吧，应该是，但我不确定在哪里。应该是不知道某个东西之类的。好，哎呀，才玩第3轮就在这了，不好意思啊。
傻眼，傻眼，我也傻眼。哎，没想到我这2个目标都达到了，这样。哦，哎，蛮好玩的，我觉得蛮不错的。好了，那就，心得时间，那由菜鸟先开始啊，他代理的，然后左手边这样顺时针。小游戏啊，小游戏要买啊，看没了小游戏要买啊，就这样。肥龙就很快啊，很快啊，不讲武德，海呀以内。这个我觉得就是咖啡烘焙师的多人版。哎，什么？这个心得不要乱讲。有人说什么心得，我赢了就是好游戏，看并没有好吗？我输了也会讲是好游戏，重点是好不好玩。那个咖啡烘焙师是一个很有名的 solo 游戏嘛，大家如果都玩过，就是那个酿咖啡的过程，然后它是用那个抽袋跟那个烘焙的那个流程来处理酒的咖啡啦。怎么讲？就是这种游戏，它一定会对你最后的产出物做一个评定分数的动作嘛。那咖啡烘焙是有一套在做嘛。那这个 distill 它的做法就是用糖类混酒精牌，然后翻牌去头去尾的这种方式来兑啦。所以我觉得，但是它又很克制，就是基本上它有2个机制都在蛮克制你的。第一个是惩罚贪心的人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它让你每轮只能酿一次酒这件事情，我刚刚一直在想，但我后来想想，每轮只能酿一次酒这个设计还蛮微妙的，因为它有一点就是要遏制你疯狂囤牌卡，因为你知道卡牌游戏都会有一种玩家是疯狂在买牌的，然后疯狂满手牌，然后就一口气大爆发的那种，然后几乎每个卡牌游戏只要不限制这件事情，几乎都会被玩成同一种样子。所以我后来觉得，它这个每轮只准你酿一桶酒的这个设计还蛮妙的。它基本上是在逼你精算每一次的风险，因为你每次只能酿一桶酒，所以其实你多买牌没什么用。比如说，你看我多买了2张麦放在这，其实也没什么用啊，我没办法在这一轮再多酿出一桶烧酒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这个行动对我来说是挺浪费的，我还不如拿去买这个东西，就是这些专家啊或什么之类的。整体来说，我会觉得它情境感蛮好的啦。那它的缺点应该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就是玩家互动要很强烈的话，它不是这样的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应该是很能让那种很沉浸在自己家里事情的人的那种满足感这样子啊。还有就可能笑一下别人吧，大家开酒的时候笑一下别人说啊没酿到活该细喝，这样你喝马尿吧。大概是这样，你刚才还不错。你刚刚说到这种囤牌，你是不是在偷抽一些盒子绿绿的游戏？盒子绿绿的是哪？没有，没事，不是就好。我只是问一下而已。不是，你都当到这个 level 了，你还怕东怕西的？没有怕。盒子绿绿到底是什么？你讲。没有。盒子绿，你讲嘛。没有啊，没有，没事啊。对了，我讲一下那个，它这个有分哦，就是你分数上去的时候，它会帮你自动调这个模组，然后50分之后，它会有这个给你，它会帮你放上来。它有100吗？有。你说怎么自动跳啊？在这里左上角码表那个。哦，好，了解。哦，好强哦，这个真好哦。来换那个木木，他的 KS 版是不是有 promo 卡？不知道哎，不知道哎，忘记了。好，这游戏就是一个它主要应该在市场机制吧。市场机制，我觉得它刚刚那个菜鸟说的我都同意啊，就是它一开始听感觉以为是什么 Viticulture 葡萄园庄园就酿酒游戏，不过的确好像，因为我是没有玩过咖啡烘焙师啊，不过大概知道规则，就的确好像是那个的多人版。那它的互动性可能就在市场互相买牌，谁先抢先赢的这种东西上面了，那就没有比较直接的冲突，但这个酒的整体的主题性的确是非常的强，就是它从你在买酒啊，然后酿酒的人啊，然后还有一些专家可以去帮忙，然后还有酒的桶子跟瓶子都有一些升级的选项，然后还有一些各种不同的材料，还蛮多样的，就是酒的感觉是很多东西都加进来了。然后我
自己感觉小小的缺点应该是它的那个瓶子，这个瓶子的它成套收集的元素就只有在瓶子上，觉得有点可惜，因为除非你每一轮都买瓶子啦，不然是有点难收到这个东西。对啊，就是你就变成说每轮都要去抢这个瓶子。但其他我觉得是就是整个感觉还不错啦，就是它的就是说它有一些随机的要素在，不过这个随机其实还好，因为像我这一轮就算我这一轮有一个卡有一张因为我这一轮是买两个这个木头嘛，然后不是木头，反正就某个果糖，植物果糖之类的植物糖，然后它因为它大麻因为它被洗掉，就是它被去掉，所以就我只能酿比较刺激的酒，但是它这个还是会留在我的牌库里面，所以下一轮的时候我就可以就有更多的机会酿到高级的酒这样。所以它这个酿酒流程，你要先有食谱，然后再有材料，然后你还要有材料之后还要能抽到。不过抽不到的话，它也会给你，就是你这个还是留在你的抽袋构筑里面，所以就是你下一轮还是有机会继续抽，只是就变成说，你就是比较只能专攻一种酒啦，就你一开始就要先选定说你要专攻某个派系这样子，因为它的材料跟那个地区是对应的这样，所以你就是要选择可能跟你的那个私酿酒的东西也是有一些对应这样子。不过我这一轮是还没有走到私酿酒，对，然后还有一些得分卡也是算蛮有趣，所以我觉得整体还蛮流畅的啦，对，就是感觉算是一个不错的，它应该算它的主体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买牌酿酒游戏，不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因为它成套收集的感觉没有到给我非常重啊，它主要还是就是酿酒跑分，然后做资源转换吧，感觉还是做资源转换，不过有一些随机的要素在，所以也是就是还蛮有趣的，然后自己去拼凑自己的酒的感觉，这样，整体算是蛮推荐可以试试看的游戏。好，换哈士奇，嘿，好哦。那我觉得这个游戏我蛮喜欢的部分就是它的应该算牌组构筑嘛，就是我们从市场然后就是买这些材料回来，然后构筑我们自己每一次要用的要酿酒的这些材料，然后它就是有趣的点就是有一点随机性嘛，你就是跟酿酒好像差不多，就是你材料都丢进去，但是你酿酒不一定会成功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营造的蛮好的。然后它在这个构筑牌组的部分，我觉得好像重点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多选一些糖类进来，因为它的糖你每放一种糖就可以让你有更多的酒精嘛，然后这些酒精就是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钱，然后也可以稀释掉你这个弃掉你不想要留着的牌的那个几率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部分是，像是它的酒的等级，那就是因为像就是酒的等级，就是它有分很多的类型的酒嘛。那最基础的酒你不用学配方，但是它的各种的收入啊分数都比较低。但是你也可以走一种路线，就是你努力的买瓶子啊，买酒桶之类的来包装这个酒。那或者是你也要想办法走高级路线，然后要酿酒啊，凑这个风味之类的。这种我觉得算得分路线，感觉算蛮多的，然后也有很多这个成套就是收集的要素。然后这缺点的话就是稍微单机一点，然后也有就随机性吧，就是你在翻卡牌的时候，就是难免就是随机从牌库翻牌，那可能就会有爽到下家的问题。然后就像我刚才想要找这个跟我的这个找一个亚洲的酒瓶，但是轮到我买的时候，场上就只有欧洲，所以我就买不到。哦，对啊，这个部分的运气。对对，就是稍微一点点啦，可能就是小小的这个运气的影响。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的，就玩起来还蛮不错的，就没有什么负担，规则也都跟主题很切合，就是你在记忆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那就还不错，还不错，还是这样，好，那该我啊，对，这个哈士奇有写一篇文章，兴趣可以记得去看一下。哎，
那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主题，刚才有讲到，我觉得它主题做的很不错。对，它有一些规则，其实乍听之下其实超没意义的，但是它就是为了契合主题啦。像那个我们的牌洗洗去头去尾，我直接翻上面，我直接去掉上面2张，其实意思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是在模拟一个真实状况，就是你会去头的，就是去头去尾，一直留中间啊，就跟你验尿一样，就是只留中间这样子。所以这是。不是什么验尿彩蛋，不是就是差不多意思啊，就是留最中间的最精华的一段这样子。那刚才有讲到，就是整体来说，就稍微有一点运气吧。我觉得没有一个绿牌的方式有点奇怪，老实说，因为像现在中间就很尴尬，因为我们没有人走这个流派，然后这种牌根本就没有人要买，然后就有运气问题。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它有一个设计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这个基础市场只能买2张这个地方。我刚才最后一轮如果有在看的话，就会发现我买了我一开始第一步做这个，因为上面没有我要的，然后有人买一买之后发现我有要的，我第2张是直接买上面的，然后第3次我又发现没有我要的，然后我就这样买。感谢虫虫给我们75元，谢谢。对，然后什么主题跟机制总和挺平衡的有人买了那个菜鸟那个你的销量+1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有一部分是让你做 pass 用的，就是让你先过牌用的这个基础市场，所以它有这个限制2张。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游戏中比较巧妙的部分，你不会因为上面卡死了，然后就被迫 pass， 你至少可以随便拉一张水啊，或者是这个下来，尤其是水跟酵母其实有额外的效果，像这个水就可以随机看一张。水就可以随机看一张，你就不用一定要受限于这边啦。对，但是我依然觉得这边的绿牌走牌能力有点太弱了，就是没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至少洗掉1牌这样子。我们只能等1轮结束，然后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有点没效率啦，个人觉得。对，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没效率。还行啦，就他已经有想办法去解决下面这边问题。但往另外角色是可以有3个，可以选3个，就可以超过2个这样。可以 pass 3次的意思。对。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材料啦，因为我觉得材料是最主要的嘛，就是糖的部分，因为它只有3种啦，所以这边开4张。刚刚那种极端状况其实不太容易出现，尤其是你看过1次马上就会有你要的了，所以就还行吧。但确实没有任何绿牌方式，有点奇怪，可能可以自己加啦，或者是就他可能就认为这样很平衡，我也不太确定啦。对，那我觉得这游戏还有多路线呐，就你看我刚刚就是专心做烧酒，因为这跟我任务有关。我就是先升级工厂，然后做一些长期的规划吧。虽然说我们第3轮就结束了，对，大概就是这样吧。那好不好玩？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那互动性我觉得不会到没有，就我刚才有讲这个地方，我之所以说这边蛮巧妙，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有互动，就是你可以故意过牌给别人买，然后再继续弄，你就不会说我被迫 pass， 然后被别人真的卡到脸都歪掉。我觉得不太容易发生啦，我玩下来的感觉不太容易发生。只有这个啦，烧酒啦，这个烧酒是因为我确定我能酿到第4个，我才硬酿下去的，因为我怕有人跟我抢烧酒。然后当时我最后一回合是其实在我这边，所以我有决定权啦。那菜鸟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反正菜鸟最后转了，没有继续酿烧酒，因为他一定酿不赢我，那就可以做转。那他转的也很成功，他酿出了自己的死酒，分数非常高，其实也是不错啊。大概就这样吧，就是你不太容易会被卡死啊，但是你要稍微观察一下场面。我是觉得不会到很自闭啊，就这样。好，那可能看一下有没有讲什么去头去尾是欧洲酿酒，有时候头会有苦味。严重一点可能会中毒哦，科普原来去头去尾这么重要，难怪我们验一些奇怪的东西的时候也要去头去尾，不然数据会不准。好，原来如此。好，那就这样吧。格调，什么格调？注意用语。什么格调？什么东西？一直在提验尿是怎样？我没有提啊，我刚刚明明就没有讲了。你是平常都在刻什么东西？经验丰富，需要一直验，一直验，被抓去，一直被抓走这样子。没有啦，因为最近要打8大师了，对不对？之前那个纸尿喷火龙要都登场了。难怪半夜都不睡觉，原来都在嗑药。好。那这款游戏会有繁体中文版嘛？对，菜鸟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啊，会有繁体中文版。没错。那中文是谁翻的呢？好像也不用问。哈士奇啊，好像也不用问。可怜。
好，我努力。哈士奇脑袋里面都是 Earth， 请不要再摧残他了。没有，我现在20已经被我忘掉了。我现在已经忘掉了吗？是吗？翻完了，现在在弄大庄园了，快要结束了。终于啊，大家也听到一个新消息，就是20至少翻完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真的超难翻的那个游戏。啊，20做到美术爆气，真的哭啊！美术都说你们这些落后的桌游玩家，为什么要用卡牌这么落后的机制？对，我想问一下，酒精这边下面有一行红色的字，他说 "Can't be traded with the basic market"， 他的意思是不能从这边买嘛？我看一下哦，因为我不确定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trade。因为我们刚才一直都没有做啦，就是我们在酿酒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丢掉手中的一张牌，然后跟一般市场的其中一张交换嘛。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他怕你污染牌库，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你想要转换酒类的时候，像我中间不小心买到2种，那我就不可能，我就很容易就爆掉。那我就可以把某一种酒类换成另外一种，某一种果糖换成另外一种糖。原来如此。那因为酒精没有任何影响，通常也不会想这样做了。这个也不能换。懂了。然后入后兜。水可以换呢，水没有写，所以水是可以换的。所以他换的话是说我不用花钱吗？就是那个你换的那个费用要低再加低的那个我想起来了，不能高于不能高于，对，是不能高于 ，OK， 往下换。懂。原来如此，哈士奇有讲，但不重要，因为这一局我从头到尾都只买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规则一点都不重要，我根本就没有买其他东西。菜鸟可能就比较重要一点了，他这2个卖就可以拿去换了。对，我就可以拿，我一定会一直继续换那个的。原来如此，我说不定可以换陈酿啦，我可以陈酿我的专门酒。那这样我的那一桶酒分数会很惊人啊。你不能陈酿，你这个专门酒不能陈酿，还有对啊，看到了。我们目前抽到只有那个木木的可以陈酿，我们的专酒只有木木可以陈酿。其实木木输了也蛮正常的，因为如果他的流派是陈酿流派的话，他的确是爆后期的了。是，对，我们就属于要耐，他就属于要耐得住寂寞，不可以一开始就外遇的。对，或者是不能，或是不能莫名其妙在第3 round 就突然间讲说要结束。我知道为什么，木木会输了，他就是耐不住寂寞买了这张牌。往上底，三小，什么都公三小。这张牌发生什么事了？这张牌很好用，好吗？这个就机密代号啊，没什么，就机密代号。你要走陈酿流派，你要耐得住寂寞，一开始就外遇你就输啦。是，还有一个奇怪的妹子，一点用都没有。对啊。这直播然后还买，你根本就是抓奸特辑嘛！你看，找一对情侣用无人机拍他，然后这个就是负责出钱的那个金主，抓猴啦3。这不是说故事游戏。然后什么？所以是他派的，他派人力派遣公司老奶奶。对，因为他觉得她的丈夫怎么了，然后他就派人力派遣公司，然后去拍这个真心业，然后派无人机去抓奸在床。原来如此。哎呀，木木真是用心良苦，编了一个故事给我们，无奈我们看不出来。对啊，还抱持着花钱会输的风险，构筑了这个 story deck。原来这个游戏还有 storytelling 这个还能被你们发现。这个游戏还有多一个机制啊 ，storytelling 好，受不了，玩家赞赏加10分啦，好不好？好了，那总而言之，是今年会出吗？预计？英文版是今年啦，中文版我不知道。好像是同时出，对。这样子啊。我发现，我们2个的卡牌的，为什么菜鸟你这个是有特别组合吗？你的卡牌看起来底部有接起来。没有啊，你自己不是啊，这是底板的，干什么？人家穷到没办法买任何器材，你那边嘴，从来没有买过。人家是修女，买不起好吗？
木木，木木，你不要长久跟肥龙相处都变智障了，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实况差不多到这边了啊，感谢菜鸟哈士奇跟木木一起来跟我玩。那礼拜六不知道会不会加开啊？应该不会，有点累，而且我有点忙，下礼拜再说吧。SDJ 马拉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或许就结束了，这样也说不定。没开始就结束，不知道，从来没有这个计划过，假装没有，就装死这样。好了，你 SDJ 游戏还有什么没玩到吗？应该都玩过了吧？不会啊，我脑洞2表没玩过啊。然后 Scout 我也没玩过啊，Scout 也没玩过。什么？木木说上次要跟哈士奇开哦。对啊，可是那个要很多人。对啊，我们只有2个人，可怜，我们就非常可怜，可怜。然后还被鄙视，还被店长鄙视，还被店长鄙视，可怜啊，诬告可怜。那是哈士奇被鄙视，我没有被鄙视吧？我不知道，你讲，我不知道谁讲的。好了，那先这样，我先关台了，各位拜拜。晚安，拜拜，大家拜。